宗主明明亲口许诺我会带大军驰援，绝不会丢下我们青云峰。你还跟我说，等驻守任务结束了就……可为何偌大的青云峰却只剩下我一个人？师姐，师姐，诸位同门，师父，你们别走啊！你们别走啊！禀宗主，此次仙魔大战已然定局，魔族无力再战，现已退回至魔渊深处。只是这青云峰……宗主，青云峰内只剩这个叫沈安在的还活着，这封脉后续该如何处置？青云峰奉命死守魔族追兵，才护住了整个县门大军，是我们驰援不及，害得青云满门殉呐。青云峰一脉不可就此断绝。宗主三思，此人乃天生废体，终生无法修行。宗门历来没有废体执掌封脉的规矩，万万不可破例。规矩之外亦有人心。宗主，李堂主，休要再劝。是宗门亏欠了青云峰，今日我便破了这宗门祖制，册封沈安在为新一任青云峰峰主。师父，弟子不孝，今日便要下山继承家业，实属无奈，无法继续侍奉您，还望师父多保重。我叫沈安在，10年前穿越到了这具身体里，亲眼目睹青云峰上下满门覆灭，尽数埋骨。虽顶着青云峰峰主的虚名，可10年蹉跎，修为竟还是个断体后期。如今就连自己唯一的徒弟都留不住。说到底，我终究不过是个废人罢了。检测到宿主即将与徒弟断绝师徒缘分，现已激活乖徒儿养成系统。终于来了，乖徒儿养成系统，上天有眼，穿越者的金手指终于要来了。初次见面，宿主。我是洛瑶，是系统的引导者。洛瑶，这系统怎么用？能让我突破炼体吗？能让我纵横天下吗？不可以哦。系统是为帮助宿主培养徒弟而生，可通过完成任务提升徒弟崇拜值，获得道具奖励。现在发布任务，挽回慕容天。任务完成可获得技能卡礼包乘1，技能传承卡乘1，抽奖机会乘1。如果任务失败，则会怎样？任务失败，系统将强制宿主修炼辟邪剑法。上来就这么绝？还有天理吗？还有我！检测到宿主意愿值极低，任务即将失败喽！强制修炼倒计时3、2。打住！我接还不行吗？徒儿慢走！乖徒儿，你且留步。师父，您这是？徒儿，你当真要抛弃为师，独自下山吗？岂不是叫为师个人在这山里孤独终老？弟子拜入灵符山是为修炼，可2年过去，我的修为却还只有断体中期。修为的事急不来，你看为师都快40了，不也只有断体后期吗？平日里师父很少跟我说话，也几乎没管过我。
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实不相瞒，2年前弟子的未婚妻上门退婚，弟子一时气不过，便与她定下了3年之约。如今3年已过2年，我却连她当初的修为都还没追上。这能怪谁？说到底还是你资质平庸，跟你师父一样是个天生的修行废材。师父，弟子自知天赋不佳，断不会是那天之娇女的对手。3年之约什么的，就钱当个笑话吧。这叫什么话？我的徒弟可不比任何人差。管他什么天之娇女，我沈安在的徒弟可不是谁都能欺辱的。你要知道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莫欺少年穷。师父，我决定了，我不走了，哪怕只剩1年的时间，弟子也会竭尽全力留在青云峰修炼。挽留任务完成了，奖励道具：技能卡礼包乘1，技能传承卡乘1，抽奖机会乘1。快，立刻打开技能卡礼包！恭喜宿主获得天灵镜1件，开天门消耗卡1张，气海镜浮云掌时效卡5张。武者修炼中，断体、气海、归元，此乃下3境，而地灵、天灵、乾坤则为中3境。至于上3境的涅槃、冲虚、真祖，整个大安朝都没出现过。天灵镜的技能卡，岂不是说我再攒个12800张，在大安朝基本可以横着走了？师父，您怎么了？这不是看你愿意留下来，有些欣慰罢了。乖徒儿，你放心，有为师在，1年之后定会让你一扫前耻。真的吗？那我一定要亲自登上天雪宗山门，如约挑战秦浅月。不错，就保持。你刚才说去哪里挑战谁？那个天雪宗宗主的亲传弟子，我却连他当初的修为都还没追上。就是他。徒儿，要不你还是下山吧。辟邪剑法可是随时为你准备着哦。好徒儿，此事包在为师身上，你先把东西放回去吧。好的，师父。怎么办？要是剩下的1年不让慕容天看到突破的希望，他还是会下山。到那时，这要诀后的辟邪剑法不就修定了吗？对了，还有一次抽奖机会。洛瑶，奖词里都有什么？那好东西可多了，什么传承功法、武技啦、9品天丹、龙珠凤血麒麟扇啦、神兵仙器至尊骨等等海量绝世奇珍。麻溜的，快，抽奖！金色！诛仙剑。恭喜宿主获得3品炼药师经验，额外赠送2品断体丹10枚，3品洗髓丹单方1份。洛瑶，你不要，那我可就收走了。蹭了，要蚊子再小也是肉，咱不嫌弃。师父，接下来弟子要怎么修炼，才能在1年内赶超秦浅月？徒儿，你可知道那开山断江、踏风而行的是什么境界的强者？为师接下来要传你一式剑法，待你修至大成，能劈天裂地，纵横9州10域。怎么，你不信？徒儿，今日为师传你一剑，此剑可开天门。洛瑶，使用传承卡。弟子多谢师父授剑之恩，崇拜值加300喽。不是，你没说用传承卡会消耗这么大精力啊？没说嘛，嘿嘿。不过当前崇拜等级提升至3级，获得驻颜丹3颗。驻颜丹，好浓郁的生命气息，这可是个好东西。精力倒是恢复不少，可是我胡子怎么还在？起来吧，徒儿。这里有10枚断体丹，你且拿去服用。多谢师父。慕容天崇拜值加30。慕容天，你给我滚过来！特娘的，今天你胆儿肥了啊，腰分都不去挑了，害得老子被罚了200斤。师父，他是执法堂的王虎，
仗着自己是执法堂堂主的亲传弟子，平日里嚣张跋扈，经常接一大堆工作让别的弟子做，他自己拿报酬。你身为青云峰主亲传弟子，又不是杂役，给他干什么活？师傅，咱们青云峰在众峰中的地位实在太低了，这不什么？欺负到老子头上了！哎，师傅莫怪，弟子这就去处理妥当。站住！我这2年没有管你，只是想磨练你的心性，如今也磨练的差不多了，往后你只管用心修炼。难怪师傅这几年都不跟我说话，原来都是在历练我。可是王师兄那边不好交代吧？哼，有为师在，谁还敢强迫你不成？沈安在，给你个峰主身份，你还真当自己有点斤两？麻溜的让他给我挑粪去！你刚才叫我什么？怎么，你没长耳朵吗？老子叫浮云掌使用成功，持续时间5分钟。哼，聒噪！师傅不是断体后期吗？沈安在，你敢打我？我师父可是执法堂堂主。趁着时效还没过，让你多尝尝。他居然能使出灵气外放，这至少也是气海境的能力，突破了！你给我听好了，慕容天是本座亲传弟子，再有下次，休怪本座废了你的手脚。沈安，叫我什么？沈峰主，你难道忘了宗规吗？哦，慕容天在去年门派大比中成绩垫底，要不是看在你面子上，执法堂早就把他逐出宗门了。让他干活是给他将功补过的机会。既然你不领情，那我现在就将此事上报给我师父。说完了吗？说完就赶紧滚！你给我等着！执法堂不会放过你们的！门派大比垫底还要被逐出宗门，要是被逐出宗门，我上哪儿刷奖励去？师傅，我什么我？有师傅在，天王老子来了也别想把你逐出宗门。师傅，慕容天崇拜值加10，崇拜值加20。怕什么？区一个执法堂，难不成还敢跟我这个峰主叫板不成？那个师傅，执法堂堂主的地位比您高上一级。徒儿啊，下次这种重要的事儿最好提前跟为师说。执法堂堂主李岩归元境后期，以我现在的能力，打也打不过，身份也压不住，要不找帮手。五峰峰主中，唯一性子好点的就是青鸾峰的柳云沁，可偏偏……松手，你快松手！柳峰主，我是真的倾心于你啊！登徒子，你快点给我松开！柳峰主，给老夫一个机会吧，我是真的很仰慕你啊！以后青云峰的人胆敢再踏入青鸾峰半步，老娘就把那只脚钉在山门口当摆设。看来找柳银晴帮忙是行不通了。对啊，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？师傅，这是要做什么？你现在去一趟青鸾峰，把这个东西交给柳长老，劳烦请他过来一趟。师傅，弟子自知惹祸，若要责法，何必动用如此酷刑？我若踏入青鸾峰，那可是有去无回啊！你若不去，那为师只好将传授你的剑法收回来了。师傅，哪有教了剑法还收回的？那玩意儿在脑子里怎么还啊？乖徒儿啊，这可是好东西。今日只要你将这东西送到柳云庆手中，他一定会高兴的，说不准还能赏你1800极品丹药呢。师傅，这里面到底装了什么？一枚不仅能让女人青春永驻的丹药，甚至能解开某些心结。是，师傅，徒儿这就去办。师傅，记得每年的今天常来看弟子。怎么还悲壮起来了？我怕过了今天再也不能侍奉师傅了。崇拜值减20。我去，这玩意儿还能倒扣的吗？何方宵小，竟敢在青鸾峰鬼鬼祟祟！慕容天见过两位师姐，劳烦通报一声，我师父有东西要送给柳长老。
青鸾峰有门规，凡是青云峰的人不得上青鸾峰。你今日前来是活腻歪了吗？哼，刚才啰嗦什么？看剑！师傅坑我，看来只有用我刚学的那一招了。一剑开天门。什么？这是什么剑法？这叫一剑开天门。谁教你的？我师傅青云峰峰主沈安在。是那个30多岁都还只是个断体后期，这辈子都没机会进入七海境的废物峰主，他竟然会这么厉害的剑术！你是才说要送东西给我们峰主，还请师姐行个方便，这里面的东西是柳长老求而不得之物，天上殿下仅此一枚。知道了，你且在此等候，不准离开。遵命，师姐。青春短暂，伤痕永存，不入涅槃，终究是肉体凡胎啊！师傅，青云峰沈峰主差弟子送来一礼物，说是您现在求而不得之物。哼，等徒子退回去。是。等等，回来，将东西拿给我看看。这生命气息，难道是……好奇妙的感觉。没了，真的没了。这丹药，沈安在是怎么弄到的？送丹药的人现在在哪儿？参见师傅。参见峰主。你就是慕容天。柳峰主，正是晚辈。那枚丹药不错。柳峰主的容貌真是绝美。自我入灵符山以来，听闻柳峰主一直以面杀世人，如今皆去面杀世人，难道是这丹药？这么珍贵的东西，你师父是从哪里得来的？回柳峰主，家师没有告诉晚辈。是不让你说，还是这丹药来路不正？家师品行端正，绝非偷奸耍滑之徒啊！莫非是我上次拒绝他后，他便想办法弄来了这丹药？还真是难为了沈郎啊。东西我收下了，他若以后有什么困难，尽可来找我。实不相瞒，师父他还真有事相求。哦。这小子都去了1个时辰了，怎么还没回来？难道柳云庆会不喜欢？不应该呀。若是他真不喜欢的话，岂不是……师父，记得烧纸给我。恭喜宿主，慕容天崇拜值增加50。看来是丹药送对了。沈峰主，别来无恙啊！你不会被人看到吧？当然看不到，只有你能看到我的存在。怎么样，厉害吧？沈峰主，好大的威风，竟敢动手打我执法堂的亲传弟子！这两人好凶哦，溜了溜了。执法堂的人来的也太快了吧？打了又如何？王虎目无尊长，难道我这一封封主还没有教训他的资格吗？哼，笑话！若真要说教训，你那弟子入门2年不思进取，连续3届比武垫底，他才更应该被教训教训吧。本堂主今日前来，就是依据宗规来抓那慕容天下山。若是我执意要留他在青云峰呢？哈哈哈哈哈！你又算什么东西？哼，你想让他留就得留下，你当宗规是摆设吗？沈峰主，不该管的事儿，我劝你不要瞎掺和。慕容天他走不了，我说的。哈哈哈哈哈！沈安在，你还真当自己是个峰主了？区区一个断体后期的废物，若非宗主怜悯你青云峰人丁凋零，你早就该滚下山了。现如今还敢挑衅宗规，今日
本长老就代替宗门好好教训你一回。你言是归元境强者，难道要动用唯一的那张一剑开天门消耗卡？可万一一下没控制好力度，把他劈死了怎么办？看天拳！洛瑶，快帮帮我！这把剑，李堂主，你公然对一位封主出手，恐怕有所不妥吧？柳长老怎么会来青云峰？你能来，我怎么不能来？没受伤吧？啊，没事没事。李堂主，你仗着自己的修为对一个断体境出手，是不是有些不太合适？柳长老误会了，沈安在挑衅宗规，我不过是秉公执法罢了。虽然慕容天2年大比垫底，可他乃是封主亲传，这宗规用在他身上似乎并不合适吧？哼，他沈安在虽有封主身份，却实力低微，宗门上下谁真的把他当做封主？灵药堂的徐堂主也不过是气海境后期，难道他也没这个资格？哼，徐堂主乃堂堂4品炼药师，况且他的弟子去年大比第6，无论是炼药、制丹还是培养弟子，他都比沈安哉有资格。李岩说的倒都是事实。柳长老，就莫要再为青云峰做辩护了。宗门不养闲人，沈安哉这种废柴，理应被逐出山门。依你所说，我要如何才能证明我有资格做这个封主？很简单，要么你突破到归元境，要么你就证明自己有培养徒弟的本事。比如1月之后的门派大比，让慕容天进入前10。恭喜宿主触发任务，帮助慕容天成为门派大比第1，奖励5品炼药师经验乘1，地灵技能消耗卡1个，归元境技能时效卡5个哟。这根本就是好，我答应你。沈安哉，你疯了！前10太没有挑战性，我沈安在的徒弟要争，就要争第1。哈哈哈哈！真是吹牛不打草稿，一个断体期的废物，还想在1个月后的门派大比拿下第1？师傅，我这……沈安哉，要是你徒弟做不到呢？做不到，我跟他一起离开宗门。师傅，崇拜值加50，当前慕容天崇拜等级为4，获得抽奖机会1次。哼，好，那我就拭目以待了。王虎，我们走。是，师傅。沈峰主，你太冲动了。门派第1绝非易事，且不说那青扶峰的于正元，就算是刚才那王虎，也是气海境中期。我就算能帮忙，也不可能帮到第1啊。柳长老的心意，沈某心领了。但我的徒弟如果连这区门派大比第1都拿不下，1年之后又怎么去与那秦浅月一争高下？你难道还真打算让他去天雪宗与秦浅月一战？这是自然。我沈安在的徒弟绝非软弱之辈，言必行，行必果。徒儿，弟子在。你信不信为师？信。这2个人，一个天生废体，一个天赋绝差，到底在燃什么啊？慕容天，不如这样，你与我去青鸾峰，我教你飞花落叶掌，这可是玄阶上品武技。多谢柳长老，不过晚辈还是想跟着师傅学习剑术。这师徒2人，莫不是疯了吧？连玄阶武技都瞧不上了？一个断体后期，以为自己多有本事，随意夸下海口；一个上山2年还是断体中期的废柴，居然如此信任那个比他更废柴的师傅。也罢，若你改变主意，随时去青鸾峰找我。告辞。徒儿啊，叫你家人将这些药材备齐，送上山来。师傅要这些药材做什么？若需要丹药，我家里多的是，直接差人送来便好。这丹药，别人不会炼。别人不会炼？可灵药堂的徐长老好像也不待见师傅，难道他愿意帮忙？你师傅我，像是那种需要求人办事的？
可宗门会炼丹的全都在灵药堂啊。谁告诉你为师不会炼丹了？可是师傅，您连丹炉都没有。没有丹炉，咱们青云峰不是有伙房吗？原来如此，真正的炼药师，就算没有炼丹炉，一样能够丹成极品。崇拜值加10。好，师傅，我这就让我家人送药材上山。洛瑶，没有丹炉真的能够成丹？你不会骗我吧？请宿主不要质疑本洛瑶的话。行吧，行吧，先抽奖吧。我愿意用我徒儿10年寿命，换一个金色传说。恭喜宿主获得传承功法极品无双御剑诀。哎呀，徒儿的10年寿命真是好用啊，随便抽抽就出金了。洛瑶，这无双御剑诀很厉害吗？请宿主放心，洛瑶出品必属精品。无双御剑诀极品功法，可凝练无双剑心，修到后期。好了好了，洛瑶，直接让我修炼吧。宿主，您是天生废体，无法修炼。差点忘了这一茬。洛瑶，真的没有办法能让我获得修炼的机会吗？龙骨凤血也不行？不可以哦，重塑筋骨或擅改命格会导致洛瑶消失，宿主也会随之死亡。具体原因，请宿主日后自行探寻。那我不是只有凡人的寿命？那我要你这个洛瑶有何用啊？宿主眼光还挺放得长远一些。既然我这辈子已经没有突破的希望了，那何不培养出最厉害的徒弟？以后出门在外，逢人便报我徒弟的名后，岂不美哉？徒儿，为师问你，修炼的目的是什么？击败秦浅月，将他带给我的耻辱，通通还回去。不够，不够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有女帝采石补天，有大能挽弓射日，更有小小孩童翻江倒海抽龙筋、剔龙骨。师傅，您的意思是？为师老了，资质也有限，这辈子恐怕也没机会去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。可是徒儿你不一样，为师希望你也能成为那些传说之一。成为传说？师傅对我的期望竟然这么高！徒儿，今日为师再传你一步天地无二的绝世功法，助你踏上剑仙之路。好强的剑意，这难道是有绝世剑道现世？究竟发生了什么，竟能引动天地大势？上一次天地异象还是多年前秦家幼女初入武道，引气入体时所引动，可那一次的动静与今日相比，来人，查一下，是谁人引动的天地大势？掌门，这剑意似乎是从青云峰传来的。青云峰，一个沈安在，一个慕容天，他们两个怎么可能引动如此汹涌的天地大势？掌门，查到了！掌门，适才青福峰的于正元在符塔之内成功继承了200年天剑长老留下的天剑符。原来如此，于正元乃是100年难得一遇的符修天才，如果是他引来这般天地大势，也就说得过去了。去，让青福峰的人把吹坏的花花草草都给补种回去。娘的，传承这玩意儿真费劲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肾虚呢。徒儿，感觉如何？无双剑心，万剑至尊，这功法已是天阶。弟子谢师傅传道。崇拜值加100，慕容天当前崇拜等级5，获得地阶中品身法武技浮光掠影传承卡乘1，地阶上品武技分雷剑传承卡乘1。为什么之前传他一剑开天门，直接升了3级，现在只升1级？回宿主，崇拜等级越高，需求的崇拜值也越高哦。看来让徒弟升满级崇拜值的路任重而道远啊。那我收徒有限制吗？我现在可不可以去山下收108个徒弟来？不可以的哦，只有上一任徒弟崇拜值满级之后，宿主才能收下一任徒弟。好吧，看来现在只能老老实实逮着一个徒弟薅了。好了，徒儿，快快起来。这一次的门派大比，你要是拿不到第1，咱们师徒俩可都得被赶下山了。师父放心，弟子就算拼了这一条命，也一定不会让师父失望。孺子可教，为师就等着看你成为真正的剑仙的那一日了。你最近听说了没？嘿，青云峰的慕容天要挑战于正元，争夺这一届的大比第1。
哈哈，慕容天不是前2届大比的垫底吗？今年竟然妄想争第一，倒数第一也是第一嘛。师傅，丹药真的能用铁锅烧出来吗？为师说可以，那就可以。哦，师傅，那这洗髓丹是几品丹啊？3品。是，把嘴闭上。以前怎么没发现这小子话这么密呢？师傅，徒儿还有最后一个问题。说。师傅，您到底是什么境界啊？断体后期。我不信。师傅，我可是您亲传弟子啊，有话好说，别动手。丹药，师傅，丹药要糊了。师傅，这团乌漆墨黑、浆糊一样的东西，真的是丹药？真还能吃吗？你试一试不就知道了？不，我可不敢试，长幼有序。要不师傅您先尝一口。师傅，我吃还不行吗？豁出去了。那玩意儿虽然跟鼻涕一样难以入喉，可化开之后，却有一股特殊的力量正在冲击我的经脉。师傅，这是在为我改善天赋。师傅，看来洗髓丹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。可想要改善资质，还必须要承受常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。历来化身大帝者，要么心性异常坚韧，要么机缘深厚，天赋异禀。如果是你的话，希望真的可以做到。等到日后慕容天化身大帝，号令天下，我这个做师傅的，那生活还不是美滋滋？徒儿你拉了，怎么能这么臭？师傅，我好像成了。臭小子，把你身上收拾干净了再来见为师。还有，不准在青云峰的浴池里洗。师傅，弟子以前练剑运气时总有停滞堵塞之感，现在简直是顺畅无比。看来洗髓丹的确将他资质改善不少，如今应该勉强能达到普通天赋了。师傅，弟子这就再让家里送几百份药材过来。师傅为啥打我？哼，你当丹药是大白菜？此丹一人只可吞服1次，第2晚全无效果。行了，别不知足，你速速修炼无双御剑诀，快点引气入体。日后为师再传你2本武技。多谢师傅。别多想，没之前的剑法那么厉害，只不过是地阶上品和中品而已。等等，我为什么会失望？那可是地阶啊，放到外界能引得天下人哄抢的东西。现在我竟然有点看不起这种宝物。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不殆。为师去外面好好给你打听一下对手们的情况。是，师傅。师傅对我实在是太好了，待我以后有所成就，定要好好报答师傅。也不知道这么大的热门事件，宗门里有没有人开盘？我要是压我徒弟赢，到时候爆个大冷门，岂不是一波就富了？可现如今我手上没钱啊。有了。飞霜，你将这净月掌送去青云峰，交给慕容天。师傅，这可是地阶下品武器，如此珍贵之物，不必多言，送去便可。师傅怎么会对青云峰的人这么上心，竟连地阶武器都拿了出来？师傅，沈峰主求见。沈安在。什么？你要借100万金？柳长老放心，大比过后一定全数奉还。刚才我在外面已经打听清楚了，果然有人给门派大比开了赌局，而且我那徒弟慕容天的赔率还是1赔10。如果你是想给慕容天买武技，就不必了。我本就想将净月掌赠予他。谢过柳长老好意，不过我徒儿心性率真，怕是不适合修炼净月掌。我已经传了他一式剑法。剑法？什么品阶？难道比我的净月掌还厉害不成？那剑法是我自创，目前没有品阶。沈安在，此事非同儿戏。一旦你徒弟输了，你们2个可都要被逐出山门。到那时，我和徒儿的事自有定夺，就不劳烦柳长老费心了。也对，我何必为这登徒子劳烦心神？罢了，100万金没有，10万金倒是可以。这些钱就当报答你的驻颜丹了。多谢柳长老。飞霜，不用去青云峰了，不用去青云峰了。
是，师傅。灵师侄，你手头上有多少仙钱？大概有1万斤吧。够了够了，那就先借师叔一用。哎，我的钱是不是没了？你说的是真的？千真万确，沈峰主去了清溪峰，下注5万金，赌慕容天赢。没想到他拿了钱，竟然是去做这种事。沈峰主还下了另一个人的注，也是5万金。谁？清福峰的于正元。如此下注，到底是希望慕容天赢还是输？罢了，随他去吧。对了，镇南王什么时候到？大概在明日午时。师傅，镇南王的女儿已毒入骨髓，想要根除，怕是没有任何希望。镇南王与我当年有救命之恩，为师不能坐视不管，纵然医治不好，也要为他女儿延些命数。师傅，好剑啊，真是好剑啊！花了9000金买的灵剑还真不错，如此一来，乖徒儿夺得第一的把握也能增加不少。徒儿，一剑开天门，你练得如何了？弟子灵气只够勉强用1次，还无法收放自如。既然你已入气海，为师再传你一部身法，一部剑法。洛瑶，传承浮光烈影步和奔雷剑。传承成功。不愧是师傅，出手最低都是地阶中品。崇拜值加40，慕容天当前崇拜等级6，解锁新功能天赋精通面板，获得抽奖机会1次。武道精通0级，药道精通3级，炼器精通0级，符道精通0级。天赋精通面板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武道0级，药道3级，炼器0级，符道0级。我要是把这4个天赋全部升满，岂不是全能了？洛瑶，这天赋要怎么升级？宿主可以通过抽奖获得提升，也可以通过徒弟领悟而同步升级。不对啊，一般解锁这种功能，不都是会送天赋点的吗？宿主真可爱，不送。这洛瑶说话怎么那么欠揍呢？师傅，您说什么？徒儿，为师观你骨骼清奇，有成就剑仙之姿，你可要千万努力，莫要懒惰。弟子定然日以继夜，勤加练剑，断不会让师傅失望。洛瑶啊，怎么抽奖还能抽出这种玩意儿？你自己觉得这对吗？系统出品，必属精品。别看这只是一根小小的逗猫棒，但它可是万千逗猫棒中的极品，堪称棒中之皇，大有作用。你可拉倒吧，这不纯纯忽悠人吗？师傅，师傅，弟子又遇到问题了。说，这奔雷武士的第3式平地起惊雷要如何做解？平地起惊雷啊，奶奶的，老子也没修炼过，这可咋忽悠？徒儿，你在山下有没有玩过一种叫窜天猴的烟花？窜天猴，你看，嘘。徒儿，想吗？想，还有点疼。现在你明白什么叫平地起惊雷了吗？明白了，师傅的意思是先吸引对手注意力，在对手不设防的情况下，邦邦就是2拳，此为平地起惊雷。不愧是师傅，竟能将如此高深的剑法解释得如此浅显易懂。师傅，徒儿先去练剑了。崇拜值到了6级之后就是好啊，乖徒儿都学会自己脑补了。柳姑娘，景雪多年前身中奇毒，药王谷说只有功法至柔至善的人才有希望为她延命，且功法品阶至少地阶中品。萧某想了许多人，只想到了柳姑娘。多年前，若非王爷与郎渊雷相救，恐怕我也早就死了。如今王爷的子嗣有难，我不会坐视不管。当真是奇了，柳姑娘的模样还与10年前一模一样，甚至更好看了一些。是门中一位长老赠了粒咬颜丹药。何种丹药竟有如此疗效？可是灵符山灵药堂的徐堂主所炼制？非也。灵符山中还有哪位长老竟然能够炼出如此奇丹？青云峰，沈安在。谁？柳姑娘，可莫要揶揄萧某。那沈峰主天生废体之名，在整个南绝域都响亮得很。丹药的确是沈安在给我的，但是不是他炼制的，我并不清楚。王爷
是想问这丹药的来历？实不相瞒，那人近日因小女的事焦躁憔悴，萧某也想寻一些类似的丹药赠予她。既然如此，王爷请移步与云晴一同去青云峰一趟吧。成了，师傅，我成了！这是沈峰主的徒儿慕容天。难道慕容天已经被沈安在教疯了？师傅，我成了！既然成了，那便演练一番为师教你的剑法，看看效。好的，师傅。分雷剑第一，雷云盖顶。这一剑竟然已经达到了玄阶中品的水平。第二式，防雷摧山。这第二剑的威力也有玄阶上品武技的真意，看来只有这2式了。第三式，平地起惊雷。地阶下品，这道剑意绝对已达地阶下品。我不是做梦吧？这般气势磅礴的剑法，真的是慕容天施展出来的？柳姑娘，灵符山什么时候有这么一套厉害的剑法了？我也不知，如今的灵符山根本没有擅长剑道之人，唯一的一个天剑长老还早就故去。慕容天的这套剑法，难不成真的是沈安在教的？还行吧，不枉费为师教你一早上。多谢师傅。行了行了，别折腾了，准备吃饭吧。剩下的2式，为师下午再教你。还有2式，第3式就已是地阶下品，那5剑齐出，莫非是地阶上品？师傅，弟子一点都不饿，弟子还能继续练，请师傅解惑。你不饿，为师肚子还饿着呢。无论练剑练武，皆讲究松弛有度，唯有劳逸结合，才能日渐精进。好吧，师傅，我这就去做饭。刚才慕容天的体力已至极限，必定会损伤经脉。这沈安在竟然看得如此精准，哈哈哈！大比在即，沈峰主倒是好生惬意啊。沈某见过镇南王，镇南王萧傲海10年前以30万兵战胜50万男绝域敌军，亲自手刃1名乾坤境强者，彻底成就了镇南王之名。这样的人物怎么会来我的青云峰？沈峰主不必多礼，本王冒昧到访，还望峰主海涵啊！哈哈哈哈！经脉残缺不通，体内毫无灵气，果真只是个断体后期。沈安在，史才那套惊人的剑法，当真是你教给慕容天的？不值一提，哈哈，不值一提。快说实话，真的是你教的？的确是我教的。从哪儿来的？捡的。捡的？怎么捡的？山里有座庙，庙里有个老和尚和小和尚。老和尚有一天传了小和尚。抱歉，当我多此一问。所以你不让我传慕容天掌法，是看不上这区区地阶下品了？不是柳长老想的那样，实在是我徒儿比较擅长修剑，在练掌法会分身乏术。适才本王远观慕容天练剑，其握剑时的眼神气质全然蜕变，犹如宝剑出鞘，锋芒毕露。若非修炼资质不尽人意，他将来大有可能以剑入道，成就剑仙啊！连曾是乾坤境的镇南王都这么说，看来沈安在早就看出了这点，所以才让慕容天练剑。而我之前想传净月掌，竟险些帮了倒忙。即使慕容天已是气海境，还学会了这套剑法，但他赢过王虎或许有希望，但想赢于正源，恐怕还是不够。那也只能尽力而为了。对了，沈峰主，本王今日前来是想求一枚驻颜丹，不知沈峰主手中可还有？那丹药是沈某花费大代价才得来，这天上地下也仅有1枚罢了。如此珍贵的丹药，他竟就这么随意赠予了我，可惜了，本想重金买下1枚赠与内人。等等，有多重？金钱没有多少，不过本王手中倒是不缺些地阶灵气。地阶灵气，那可是真正的宝物啊！那驻颜丹想要也不是没有。你手里还有多余的驻颜丹？要是王爷不急，便再等几日，等沈某再炼这么1枚出来就有了。
一个断体后期，连灵气都用不了，怎么可能会炼丹？沈峰主莫要开玩笑了，那驻颜丹至少是5品丹药。王爷放心吧，一枚驻颜丹而已，过几天定然双手奉上。如此便拜托沈峰主了。本王会在灵符山待上一段时间，静候沈峰主的好消息。好说好说，还是洛瑶有先见之明，送的3枚驻颜丹，一枚让我恢复帅气，一枚抱住了柳云沁的大腿，现在又能换来一件地阶灵器，爽，实在是太爽了。王爷真的相信沈安在能炼制出驻颜丹？自然不信，他只是断体后期，无灵气牵引，且精神力不足，怎么可能精妙把控药效？王爷是觉得炼制驻颜丹的另有其人？若是沈峰主这2天离开青云峰，去寻那位炼丹前辈，本王在协里与他一同拜访便是了。万一真的是他炼制的呢？要是他真能以断体境精神力炼制出5品丹药，估计连北辰谷主对药道的理解都比不上他。若真是这等奇人，景雪的毒又何愁无法解决？折磨萧景雪多年的持骨之毒，就连南绝域药道第1人药王谷谷主北辰都无法根治，又岂是那么容易解决的？若是真有人能解我女儿的毒，就算要赔上全部身家，我也在所不惜。徒儿，把这个丹药送去青鸾峰，交给镇南王。师傅，就这么拿过去，不包装？说的也是，徒儿你过来一些。哦，师傅，您干什么？行了，拿去青鸾峰吧。糟了，这么多峰头，到底哪一座才是青鸾峰？公子留步，敢问公子，去青鸾峰该怎么走？你也要去青鸾峰？是的，我初来乍到，不太识路，还望公子指点一二。巧了，我刚好也要去青鸾峰，跟着我走便是了。那就多谢公子了。人在外多有不易，举手之劳而已，不必客气。完了完了，我这不会是遇到碰瓷的了吧？这看上去不像是演的。不行，我得先将毒素给压制下来。多谢公子相救。姑娘莫动，你体内的毒素甚是凶狠，我也只能帮你稍作缓解。要不要找我师傅去看看？不必了，我已经看过很多的炼药师，就连北辰前辈都说治不好。切，那些庸医怎能与我师傅相提并论？我师傅药道造诣高着呢，你这毒绝对算不了什么。庸医？敢说药王谷谷主是庸医的，这世上还是第一次听到。你师傅是个很厉害的炼药师吗？那当然，我师傅可不是一般的炼药师。以前我经脉淤阻，天赋极差，是师傅炼了洗髓丹才帮我改善天资的。改善天资？在下青云峰慕容天，还未请教姑娘芳名。萧景雪。你不会就是镇南王的女儿吧？景雪，你没事吧？父亲不必担心，方才这位慕容公子替我运气调理，我现在已经好多了。晚辈慕容天见过镇南王。免礼，老夫还要多谢慕容小友相救。不过，你不在青云峰好好练剑，准备门派大比，来这里做什么？回王爷，晚辈是奉家师之命来送丹药的。丹药？驻颜丹？此丹圆润如玉，药香沁人，如此完美无瑕的丹药，当真是你师傅所炼？那是自然。这些天我紧盯青云峰，他们师徒2人确实没有一次外出。好，此丹本王收下了。若真有效果，该有的报酬不会少给你师傅的。你先回去吧。是，晚辈告退。若这丹药真是沈安在炼制的，他的药道造诣恐怕不弱于北辰谷主，甚至更强。父王，慕容天还说他师傅给他炼制了改善天资的丹药呢。什么改善天资？方才他出手为景雪解毒，手法沉稳精妙，确实远超寻常弟子的修为。若15天后的门派大比，慕容天一路披荆斩棘，甚至夺得第1，就说明沈安在当真有那般本事。景雪，你先随我去找柳姑娘，稳住体内的毒。
你说你遇到了萧景雪，本来弟子还想带他来师傅这儿医治的，但他似乎不太相信师傅的医术。哼，一点小毒而已，想治还不是分分钟的事。只是非亲非故的，为师才懒得出手。不愧是师傅。行了，你快去练剑吧。还有浮光掠影步也得抓紧时间修炼。距离门派大比只剩下15天，你莫要让为师失望。是，师傅，弟子定然不会让师傅丢脸。这徒弟无论是心性还是努力程度，都是上等。看来该轮到我这个师傅发力了。乖徒儿，该吃药了。师傅，我怎么了，徒儿？又要不听话了？好徒儿，为师明日继续给你炼制丹药，去除疲乏。师傅不必如此辛劳，徒儿定会加倍努力修炼，为您夺得大比魁首。为师也看好你哦。师傅，徒儿这段时间已经完全掌握了奔雷剑前3剑，浮光掠影步也已经熟练。那就出发，演武堂。据说今年执法堂的王虎突破到了气海中期，还修炼了一部玄阶上品拳法。你说今年的魁首会花落谁家啊？于师兄都蝉联了2年的魁首了，今年的第一肯定也是他的。那2个人我怎么没见过？那可是镇南王啊，是那个剑斩乾坤境强者的镇南王。那他身边的少女，应该就是镇南王独女萧景雪吧？让一让，让一让，让我师傅进去。这是谁啊？没见过，看着好厉害的样子。哪个峰的长老气场好强？那就是青云峰的峰主沈安在。据说这沈长老可是和李堂主有赌在先，要是这次慕容天拿不下大比第一，他们2个人就要被逐出山门呢。这师徒2人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一个断体期厚着脸皮当了这么多年峰主不算，竟然还指望他那个废物徒弟成为大比。不过跳梁小丑罢了，这种废物趁早滚出灵符山才好，免得丢脸。断体境当峰主，笑死人了！你看他徒弟脸都气红了。你们！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？你若不想让他们瞧不起青云峰，接下来好好表现，不必争论。是师傅，这大比第一，我慕容天拿定了。沈长老，见过镇南王。哼，这里可是宗门峰主坐的位置，断体境的人应该站在那边看。请问掌门，我是宗门峰主吗？自然是的。当初剿灭魔教一战，青云峰弟子死伤殆尽，只剩沈安在这一个独鸟。他的峰主身份还是老夫亲自给的，总不能打自己脸吧？听见了吗，李堂主？哼，没关系，你很快就不是了。等你徒弟一输，本堂主即刻将你2人逐出山门。那恐怕要让堂主失望喽。我沈安在从来不打没有准备的仗，我既然来了，我徒儿就不会输，那本堂主就拭目以待了。听闻沈峰主前些日子在我清溪峰下了5万金赌于师之营，难道沈峰主对自己弟子一点也不看好？师傅赌于正元赢，徒儿莫要多想，为师下注于正元，完全是故意的。故意的？连为师都下注于正元，这不正好让别人觉得我们青云峰获胜无望吗？这时候你再赢，岂不是给为师加倍长脸？这种鬼话谁会信呢？原来如此，是徒儿多想了。这师徒俩就没一个正常人。今日乃我灵符山门派大比，诸君入山已有10日，是该检验修炼成果之时。若不想让师门长辈失望，
想在同辈之间脱颖而出，成为那颗熠熠生辉的星辰。师傅，弟子是18号。哦，还挺靠前的。小春啊，看来你进入前50已经是板上钉钉了。穆长老的徒儿虽说只是气海初期的修为，但也熟练掌握了一套玄阶中品剑法，不像某些用丹药堆积修为的阿猫阿狗之辈，断然不是小春师侄的对手。既然二位这么不相信我的徒儿会赢，不如来打个赌如何？赌？你想赌可以，但是你有钱吗？我还真没什么钱了。我这还有5万金，借你，赢了还我8万。本王难得见此盛世，这20万金便交于沈峰主，当本王有参与吧。多谢王爷，多谢柳长老。等赢了咱们7分账，我欺你3。什么意思？这个沈安在到底是什么时候攀上镇南王这层关系的？25万金，二位接不接？接！开玩笑，有人急着送钱，哪有拒之门外的道理？参赛弟子上台。师傅，弟子去了。下手轻一点。放心吧，师傅，弟子有分寸，不会伤到师妹的。大比开始！那个慕容天竟然第一个对手就是小春师姐，真可怜。是啊，小春师姐的飞羽剑可是玄阶中品武技，剑出如雨，难以躲闪。青云峰完喽！小春师妹，请。飞羽剑法。小春这孩子一上来就施展飞羽剑法，也太胡来了。若是一招就把慕容天打下擂台，那岂不是落了沈峰主脸面？雷云盖顶！承让。师傅，弟子幸不辱命。哎呀，为师不是跟你说了下手轻一点吗？怎么一剑就给人挑飞了？你这让穆长老面子往哪搁啊？慕容天这废物，怎么可能一剑就秒杀了小春？李堂主、穆长老，别装傻，你们不会想当着掌门和王爷的面赖账吧？25万金罢了，给你便是。那我就勉为其难，笑纳了。真好啊，这一下就是50万金。什么杀人放火金腰带，哪有这样来的轻松愉快？看他的气息，不过断体后期修为，可慕容公子却对他这般敬重，莫非他的药道造诣当真极为高深？哼，不过区区玄阶中品剑法，虽算得不俗，却也不值一提。王虎，师傅，弟子在。下一轮就到你上场了，是时候让某些人好好看一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武技。是。朱权已有一道虎影相随，王师侄的虎啸拳威力的确不俗，不愧是李堂主亲自教头。都是做师傅，我教的徒弟可是连掌门都夸。哼，这家伙的心也太大了，真的一点都不担心。万一慕容天之后遇到了王虎该怎么办呢？赢了，王师兄赢了！这是李堂主的亲传弟子，实力太强悍了！快看，云师兄那边也开始了。云师兄，我爱你！云师兄，我要给你生猴子！逼格确实够高啊！要是什么时候
我也能体验一把飞天的感觉就好了。不愧是2品符师于师直的风符造诣，怕是悟到青符峰峰主5成真传了。于正元仅这风符造诣就已不弱，再加上前些日子他从符塔内领悟到的天剑符，王虎多半不是对手。不过就算只能拿下一个第2，也很不错了。输给获得了天剑长老传承的天才，不算丢脸。快看，战斗要开始了！以我那乖徒儿的实力，打败王虎不是问题，但这个于正元倒是有些棘手，得好好看看。于师兄，失礼了。断浪斩！好强的一刀，这刀法怕有玄阶中品层次了。断浪刀乃是赵长老以前的成名绝技，看来已经悉数传给他了。天哪，这怎么可能？他竟然连灵气都没动用，仅靠着精神力催动风符形成屏障，就轻而易举将断浪斩给挡下来了。结束。多谢于师兄手下留情。不愧是于师兄，以他现在的实力，恐怕就算是七海后期，也难从他手中取胜吧。师傅，幸不辱命。于师直精神力如此强悍，七海境之内恐怕已无敌手啊！若是柳长老的大弟子凌飞霜前来参战，说不定还有一战之力。可如今看来的话，怕是连王虎也不是对手。这大比魁首已定。那倒是未必。王爷莫非是觉得王虎有机会胜过天剑符？不是王虎，他。以本王来看，慕容小友的剑艺不俗，未必没有取胜的希望。慕容天，就他，一个断体后期的废物罢了。要是这样的人能教出什么名堂来，我李岩的名字倒过来念。哎呀，李堂主此话可说不得，名字乃父母所取，李堂主轻而易举改而换之，岂不是不孝？李堂主要三思啊！休要逞口舌之力。待会儿慕容天那小子的对手是我，待我将他打下擂台，我倒要看看沈峰主是不是还有脸待在青云峰。切，拭目以待。这师徒二人何时变得如此狂妄了？希望你们师徒二人输了之后，还能这么嘴硬。那必须的，李堂主。乖徒儿，该你上场了。是，师父。去吧。3剑之内赢不了，别说是为师教你的剑法，丢不起这个人。师父放心，弟子定当全力以赴。还3剑之内，依我看，慕容天能撑到虎啸拳打出3道虎影都不错了。哼，狂妄至极。王师兄又上场了，慕容天这次还能赢吗？开什么玩笑！一个废物竟然想赢过王师兄，你当虎啸拳和李堂主是吃干饭的啊？他要是能赢，我今晚就下山找个媚瑶惩罚自己10天10夜。王师兄，这2年来多谢您的关照。不必客气，慕容师弟，请师兄赐教。慕容天，看你怎么躲！上来就催动2道虎影，他是想废了慕容天吗？这废物是吓傻了吗？剑都不拔，也不躲。这一拳下去，估计得3、5个月都下不了床。王师兄是在打空气吗？是残影。好快的速度，怎么可能？是身法武技。我那日得见奔雷剑威力不俗，但却不知慕容天竟然还藏了这手身法武技啊！这身法武技已入地阶水准，有此身法相助，
王虎想赢，估计没有这么简单。慕容天，你有本事正面一战，一直躲躲藏藏算什么英雄好汉？既然如此，便如你所愿。虎震山河！这慕容天太自负了，竟然傻乎乎的站在那里等王师兄施展虎啸拳最厉害的一招。我这虎啸拳的最后一拳，已经隐隐触碰到了地阶5级的水准，就算是气海境后期，也不敢正面应接这一拳。慕容天，你输定了！狂雷回弹，怎么可能？承让了。刚才那剑招似乎比王师的虎啸拳更牛掰啊！师傅，弟子信不辱命，一剑解决。总算没给为师丢脸，不枉为师这些日子辛苦教你练剑。输给谁都行，怎么偏偏就输给了慕容天？严厉堂主啊，你说沈某没有教育弟子的资格，怎么你的徒弟还输给我徒弟了呢？某些人啊，总是喜欢把功劳揽在自己身上。就凭你一个断体后期，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。此等剑法身法，若无柳长老的指导，他慕容天怎么可能学会？李堂主多想了，我没有教过慕容天剑法，况且我也不擅长剑法。这慕容天剑道天赋的确不足，其灵气醇厚，运转如行云流水，哪有半点阻塞之意？莫非真是沈安在带炼制了一枚丹药，帮助慕容天改善了天赋？那我女儿的赤骨之毒，是不是也能有几分希望去除？慕容天，你从实招来，你的剑法到底是谁教的？我的剑法身法都是师傅亲自传授。沈安在，你会这套剑法吗？你觉得呢？慕容家乃药道世家，就算不是沈安在教的，说不准也是慕容家花重金买的呢。那更是不可能。慕容家今年生意受挫，在天寒城已经沦落为三流家族，连开销都成问题，怎么可能还有钱买这剑法？慕容家生意受挫，我怎么从没有听到家里传信说过这个消息？所以，我有理由怀疑慕容天为了提升实力，暗中勾结魔教。弟子与魔教绝无瓜葛。勾结魔教，按门规，轻则应该废除修为，逐出山门。重则处死。李堂主，此话过了吧？慕容天虽然天赋不佳，但素来尊师重道，断不是那等两面三刀之人。你们怎么不想想，沈安在一个断体后期，连灵气都无法运用，怎么得来的这般剑法？依我看来，他们师徒二人怕皆已投靠魔教，速将此二人逐出灵符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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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未有证据，李堂主此话可不能随意乱说。你说我徒儿与魔教勾结有何证据？不过空口白话而已。那我还说严厉堂主你跟魔教有所勾结，否则执法堂怎么会被你搞得乌烟瘴气？一堂弟子都只会窝里横。哼，若非与魔教勾结，青云峰又是从何处得来的这高阶剑法？沈峰主，你倒是说说。我怎么不太相信沈峰主和慕容天是这种人？是啊，虽然他们两个实力低微，但平日里对我们这些弟子还是挺好的。李堂主既无证据，不可凭空怀疑。沈峰主或许自有机缘，何必追根究底？诸位长老如何看？我支持青云峰。执法堂跟魔教勾结都有可能，唯独青云峰绝无可能。是啊，沈峰主当年修为虽浅，却也不畏生死赶往魔教战场。他师徒二人如今又怎可能与魔教勾结？可恶的执法堂，侮辱我就算了，怎么可以陷害师父与魔教勾结？洛瑶，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现在获得奔雷剑的技能卡？bingo，宿主可以选择用现有技能卡进行指定抽奖。指定抽奖？那是什么玩意儿？消耗大量技能卡，可以指定抽奖轮推中某样奖励，概率加倍。还有这技能，你咋不早说？你之前咋不早问？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这系统是真不靠谱啊！那洛瑶，我要抽奔雷剑法技能卡，最好是乾坤镜。
宿主寿命不足，不予兑换。洛阳，你下次要扣我命的时候，能不能提前说一声？宿主下次做梦能不能现实一点？行行行，赶紧给我兑换抽奖，反正只要是奔雷剑就行。我看你们青云峰就是蛇鼠一窝，宗门毒瘤。入口。是非曲折，自有公道。你说这剑法是魔教给他们的，就拿出证据来。柳长老如此维护这对师徒，难道是跟姓沈的以形苟且？不看我的李某说他不好，还是说柳长老是在有目替他掩饰着什么？放肆！却一而再再而三极力勾结魔教的帽子扣到他人头上，意图挑起我灵符山宗门不误，究竟意欲何为？掌门息怒，是李某失言了。原来李堂主是因为醋意大发才针对沈某的，宗门上下不少人都知道。李堂主倾心柳长老已久，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只怪沈某才气更胜李堂主一筹，所以堂主妒火中烧也能理解。已获得奔雷剑、归元境巅峰、地阶上品剑技，共有5件。第5件出，铜镜内含有敌手。倒是没想到，4张气海境的浮云掌，竟然换来了1张归元境的奔雷剑。沈安在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们现在在说你徒弟勾结魔教之事。勾结魔教？你勾结了吗？没有。哼，听到了吗？我徒弟说他没有。身为执法堂堂主，无凭无据就污人清白。李岩堂主，你好大的权威啊！严李堂主，你的所作所为对得起掌门的重用，对得起这执法堂堂主之位吗？哼，就算不是与魔教勾结的，这剑法肯定也不是你一个断体境能教出来的。李堂主，此话过了。那日我与柳峰主在青云峰上亲眼所见，这剑法的确是由沈长老亲自教导慕容小友练习的。既然如此，莫要再纠结此事了，眼下的大比才是重要之事。不行，慕容天是我唯一的徒弟。你冤枉他与魔教勾结，难道连一句道歉都没有就想接过？慕容天崇拜值加5。看来这波装得很成功啊！本堂主从不向弱者低头，想要道歉，拿出实力来。好，那就等我徒儿拿下大比第1后，我再跟你打一场，就用奔雷剑赢你。沈安在，别冲动。放心。你确定要跟我打？你一个断体后期要挑战我这个归元境后期？确定。你不愿道歉，我就只有胖揍你一顿，给我徒儿出气。没想到师父隐藏这么多年，这次竟然要为了我而暴露实力。好了好了，稍后老夫会遣人送些丹药灵草去青云峰的，怄气之举就到此为止吧。多谢掌门好意，但他我揍定了。哈哈哈哈！好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与我一战。能教出这般剑法，还能炼制出帮人改善资质的丹药，照理来说，的确不应该只是个断体境。看来沈安在多半是隐藏了修为，正好我也可以借此机会观察一下沈安在到底是什么境界。你还不快劝劝你师父？我相信师父。沈安在到底给这小子吃了什么迷魂药啊？这也太死心塌地了吧！好了，徒儿，好好准备一下，接下来为师等着看你夺得大比第1。师父放心，徒儿一定会赢。徒儿，等会儿记得让着点儿，别让人输太惨了。是，师父，徒儿明白的。本以为今年的门派大比，唯有王虎能与郑源一战，未曾想慕容天竟然成了郑源最后的对手。郑长老就不担心自己的徒儿会输吗？毕竟有人可是放下了狠话，要是慕容天拿不下大比第1，他们师徒2人就滚出灵符山呢。李岩堂主还是担心自己吧，毕竟你的名字马上就要真的倒过来了。哼！于师兄必胜！于师兄好帅！青云峰，慕容天。青扶峰，于正源，请先出招。好，雷云盖顶。于师兄威武！于师兄，给那小子好看！不愧是于师兄，尚未出手便将青云峰那小子打退。
狂雷摧山，起！慕容师弟，请主动认输吧。最强的2剑都出了，连于正元的风符屏障都破不了，还想着赢吗？别急，我教出来的徒弟怎么会只有这么2把刷子？嘴硬，师傅让我留手，可他这般一动不动，很难办。他这是做什么？难道是打算用指头戳死对面吗？哈哈哈哈！第3剑，平地起惊雷，狂风符。好强的一剑！这一剑已有地阶下品水准，要比刚才那2剑更加强悍。上才他伸出剑指时，我明显感觉到有强大的剑气在地面汇集，没想到居然凝成了这平地惊雷。怎么样，严礼堂主，名字准备好倒过来了吗？于正元还没使用出天剑符，这一战还没完。没想到慕容天竟然还掌握了这样一招剑法，看来正元今日想赢，不拿出天剑符是不行了。本以为今天应该用不到天剑符，却没想到慕容天这剑法竟然这么强悍。慕容师弟好剑法，但接下来可要小心了。剑去，平地起惊雷。慕容师弟，认输吧。你若与我同境，或许还能靠着地阶剑法与我一战高下，但你只是气海初期罢了，境界之差，无法逆转。好险，好险！看来慕容天的剑法并不足以匹敌天剑符，不然真叫沈安再赢了，我岂不是要输50万金？不，慕容天似乎还有一剑。要是慕容天赢了，我名字可就真要倒过来念了。就算还有一剑，难道还能破了天剑符不成？要是他真能赢，我倒立吃！严礼长老怎么不继续说了？哼，我刚什么都没说。可惜啊，我还以为能长长见识。刚才的剑鸣是天地共鸣，莫非那日引动天地大势的，并非于正元，而是慕容天？于师兄，除了分雷剑之外，师傅还传了我一剑，请君试试。一剑开天门！不好，这一剑避无可避！正元小心！于师兄，承让。慕容师弟好剑法，多谢师弟手下留情，是我输了。胜者青云峰慕容天。什么？慕容天竟然真的赢了？这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剑法？竟然强悍到一剑就撕碎了天剑符！
恭喜宿主帮助徒弟成为门派大比第一，完成任务获得奖励，获得5品炼药师经验乘1，技能卡礼包乘1。爽！师傅，我赢了！不错不错，不枉为师如此煞费苦心的教你练剑。真没想到一下子就输给了沈安在50万金，不过还好，大部分人都压得于正元，我就当少赚点了。怎么可能？慕容天竟然真的赢了！慕容天落后了于正元一个小境界，竟然还能摧枯拉朽的击溃天剑符，那一剑怕不是隐隐触碰到了天阶武技的门槛。天阶武技整个大安朝也就只有1本，而且还是只有历代太子可惜的神龙经，外界根本不可能得到。慕容天到底是如何学会这般剑法的？沈长老，刚才慕容天施展的那一剑是从何而来？我教的。这些剑法你又是从何得来？玄掌们为何也开始刨根问底了？若只是一门地阶武技，老夫不知来源也就罢了，但若是超越了地阶，一旦此事流传出去，恐怕会招来各种麻烦。唉，好吧，是我前些日子游历极北之境遇到的一位强者所传授。极北之境，那可是整个南绝域最为危险的地方，不光有大漠黄沙，还有茹毛饮血的魔人存在。他一个断体后期，怎么会有胆量去极北之境？你所说之人是什么级别的强者？具体什么境界我也不知道，不过那是我亲眼所见，他一直点出虚空悲鸣，神通无数，能撼动虚空，使用神通，至少是上3境的涅槃境。这等强者，整个大安朝都没有一个呀！那位强者与我一见如故，把酒言欢，更是寻了一处桃园结义。他做大哥，我做二弟，还说过段时间会来找我。奇怪，师傅这2年什么时候离开过宗门？算了，师傅这么说一定有他的道理。沈长老，敢问那位强者什么时候会来？有准确时间吗？那我可就不太清楚了。哼，胡编乱造之事，你们也信？眼里堂主爱信不信。既然大比试了，现在该轮到你我之事了。你先前怀疑我徒儿勾结魔教的事还有没完？不道歉就休怪沈某手下不留情了。笑话！我堂堂归元境，还怕你一个断体后期？我倒要看看你口中的那涅槃境强者到底教会了你什么。小心，李岩在归元境停滞多年，已有半步地灵境实力。你若要打，小心他调动大地之力。柳峰主这是在关心我吗？不过是个半步地灵境而已，我沈安在有何惧哉？徒儿，你且看好了，就让为师来教教你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奔雷剑。来了，师傅终于要出手了。我先让你3招，免得别人说我欺负你。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我没要求你让。哼，我就站在这里，你尽管出剑便是。大地之力，洛瑶，使用奔雷剑消耗卡。使用成功，时效5分钟。尼玛，一个断体后期，一脚把铁千石擂台踩爆了。眼里堂主，站稳了！谁他娘的说沈安在只是个断体后期的？沈安在这一剑绝对已经有归元境巅峰的力量。不愧是我师傅，果然一直在隐藏修为。沈安在，你是什么时候突破的？我没突破啊，我就是断体后期。眼里堂主难道是想反悔，不想让我3招了？沈安在身上毫无灵力波动，确实尚未引气入体，只是个断体后期而已。但是刚才那一剑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来，继续。徒儿看好了，奔雷剑第2剑，狂雷摧山。沈方舟，等一下，还没结束，奔雷剑第3剑，平地起惊雷。还没结束，奔雷剑第3剑，平地起惊雷。
好强的剑法！原来奔雷剑，重要的是奔雷之意与剑意融合吗？沈安在，3招已过，你等死吧！脑海印。是堂主的成名绝技，历届下品武技脑海印。李岩堂主还融合了大地之力，威力之强令人发指。这一下，不知沈峰主要如何应对。奔雷剑第4剑，雷击穿云破。奔雷剑第5剑，天雷动乾坤。这一剑太强悍了！严厉堂主，我赢了。如此威力，竟恐怖如斯！这家伙什么时候有这般实力了？5剑就劈翻了半部地灵境。都说这青云峰沈安在实力低位，可谁能想到他竟然是能够碾压执法堂堂主的强者？难道说沈峰主他已经进入地灵境了？不清楚，但肯定不是断体后期。徒儿，这奔雷剑的奥妙，你可看明白了？师傅，徒儿看明白了。崇拜值加20，慕容天当前崇拜值等级7，获得奖励灵息壤乘1，仙灵全员乘1。灵息壤、仙灵全员都有什么用处？灵息壤能有效帮助灵草灵药加速生长，提升药效，提升天地灵气，初始范围3丈，随着时间增长而自动扩大范围。仙灵全员可产生灵泉之液，能驱病除灾，叫枯死草木重现生机，亦可帮助武者修炼。好家伙，系统你是不是发烧了？竟然开始配套送东西了！检测到宿主对本系统不尊敬，即刻收回奖励。哼！哎，别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无论怎么看，这家伙都只有断体后期的境界，但刚才那5剑又是千真万确。难道说沈安在的实力已经高到连老夫都查探不出来了？不可能，一定是那位涅槃境强者教会了他什么练习的功法。那个赵长老，是不是忘记了什么事情？哈哈，沈峰主莫急，稍后我会差人将50万金分字不差的送上青云峰的。赵长老大气。掌门，门派大比已经结束，我这徒儿表现还不错吧？我应该算不上是误人子弟了吧？自然不算。那我是不是有资格继续当这青云峰峰主了？这青云峰峰主你当得起？那没事了，你们接着聊，我带着我家乖徒儿先回青云峰了。啥？这就拍拍屁股走人了？沈峰主他行事素来如此无拘无束吗？我对他了解的不多，但如果他身后那位涅槃境强者是真的，景雪的噬骨之毒或许还有救。沈峰主似乎与柳姑娘你关系不浅，不知道可否代为开口？王爷言重了，我与沈安再也不过是点头之交，关系不是王爷你想的那样。点头之交？王爷，我们真的是点头之交。本王不信。既然王爷都这么说了，那晚上我就陪王爷去一趟青云峰吧。多谢柳姑娘。徒儿，你拿着麻袋去灵药堂一趟。去干什么？有多少枯死的灵药，你就去装多少回来。灵药枯死之后，药性流逝不如杂草。师傅，您要那玩意儿做什么？别废话，为师让你去，你就麻溜的去。趁着徐堂主和药堂大部分弟子不在，要是能薅一些完好的灵药，就薅一些回来。啊，那不成偷了吗？什么话？我光明正大拿的，那叫偷吗？再说了，你身为大比第1，本就有灵药奖励，别人送来跟你自己去拿有什么区别？哦，弟子知道了。对了，还有技能卡礼包没开呢，让我看看都是什么技能。洛瑶，打开技能卡礼包。恭喜宿主获得金刚不坏弓地灵境消耗卡乘1，六脉神剑归元境巅峰时效卡乘5。童子，这里又不是武侠世界，金刚不坏和六脉神剑能有啥威力？请宿主不要质疑本系统，自己看技能介绍。金刚不坏弓防御类技能卡遇到危险自动触发，
可免疫高一个大境界武者的攻击10秒，无副作用。六脉神剑，指尖剑气，100丈开外可断人首级。意思是说，以后可能还会有天灵镜、乾坤镜的金刚不坏功和六脉神剑，甚至9阴白骨爪。哼哼，只有宿主想不到，没有本系统办不到。看来我能不能无敌于世间，就要看我这乖徒儿给不给力了。现在还是先看看灵犀掌和仙灵泉源的作用吧。早知道就先等慕容天回来，让他来离地了。我现在好歹也是个5品炼药师，要是连个药源都没有，未免有些丢分。而且我以后肯定还会收徒弟的，搞个药源，以后也好煮一些灵丹妙药给他们吃啊。那仙灵泉源就放这旁边吧。灵犀掌重药，仙灵泉源浇灌，以后这药源就是我的聚宝盆。洛瑶，你说我要不要搞一些特别牛的阵法禁制来守着他们？宿主不必担心，没有人认识灵犀壤和仙灵泉源，只要宿主脑子不进水，把2件宝物的作用悄悄告诉别人，没有人会来抢。而且此物已跟宿主绑定，别人想抢也抢不走。洛瑶，你一天不怼我会死吗？哼。慕容小友，你这是？晚辈见过王爷、柳长老。师傅让我去灵药堂偷，不是，是拿一些灵药回来。谁家拿麻袋去装灵药？被水浸泡过的火蛇草，暴晒过的暗月花，生长过头导致药性变质的三山雪。慕容公子，为何要装这么多已经失了药效的废药？废药？郡主是如何知道的？有些灵药不能碰水，有些灵药不能见光，想要生长到可以利用的年份，就需要好生照看，否则就会变成废药。萧景雪竟然闻一闻就能知道这里面都是废药。我在药王谷待了这么多年，通过气味分辨一些常见灵药的状态，不是什么难事。这些药材都是我师父要的，具体要做什么我也不清楚。正好，你师父现在在家吗？我们找他有事。在的。王爷和柳长老，请随我上山。师父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自然是开一片药园来种药啊。种药？咱也没有灵药种子，怎么种药？洛瑶说过，想要恢复这些枯死的废药，必须具备2个条件：其一，这些灵药本身必须完整，而且药效不能完全流失干净；其二，还需要仙灵泉源里面的泉液充足。如果没有了泉液，就只能等仙灵泉源慢慢恢复。徒儿，这地方就交给你了。为师希望明日能看到你把这10亩地犁完，顺便在附近装上栅栏。多少亩？不多啊，也就10亩地。师父，您为什么不自己挖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劳其筋骨，苦其心志。师父，弟子就算是牛，一晚上也犁不完10亩地啊。那就先犁5亩地，然后明天为师帮你一起装栅栏。差点忘了正事儿，师父，王爷和柳长老找您有事，现在在前殿等您呢。早不汇报，你先把袋子里的灵药都按类分拣栽种好，为师待会儿回来检查作业。师父，弟子是修剑的，不会分药材啊。王爷，今日来青云峰，所谓何事啊？实不相瞒，有件事情想请您帮忙。等等，你们说的事情，不会是给郡主治病吧？不必有压力，若能治自然最好，若不能，也无人能够责怪于你。没错，沈峰主尽力而为便好。若真有办法，本王一定厚礼相谢。实在不行，还想劳烦沈峰主，能代为引荐那位上3境的强者。看来镇南王来此的真正目的是想通过我去认识一下那位莫须有的上3境强者，拜托他来治疗萧景雪。沈峰主，意下如何？非是沈某不愿意引荐，只是我那位义兄素来神秘，也不知何时会来找我。若是3年5载不来，
岂不是反而耽搁了郡主的病情？王爷，抱歉，此事沈某恐怕无能为力。沈封主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无妨，若命该如此，我们父女二人也强求不得。告辞。王爷慢走。好险，差点又接手烂摊子。慕容天的3年之约都够我焦头烂额的了，再多个给萧景雪治病的麻烦，我得愁死。啊，王爷，柳长老，慕容小友，可有何事？是这样的，我想请郡主帮个忙。这是慕容公子刚才拿回来的废药吗？是啊，师傅让我把剩下的灵药也给分类种好，我又不懂灵药，所以才想起请郡主来帮忙。这土中蕴含着磅礴的生机之力，甚至比药王的药田还要肥沃。但是，就算是药王的药田，也做不到栽种废药，变废为宝啊！为何要在药田里留这么一个坑洞？不知道，可能师傅没注意吧。我这就帮他把洞填了。好了，50年份的百灵叶，100年份的黑灵参，70年份的蓝蝶果。沈长老不是要废药吗？这些又是？哦，也是师傅让我拿的。他说趁着徐堂主没回来，随便拿一些。随便？还真是随便。这几十株灵药，没有一株年份是在50年以下的。也不知道灵药堂堂主知道了这件事，会不会气得吐血？怎么样，郡主能将这些灵药分类好吗？可以，分拣灵药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。郡主体内的毒可解了？此毒难解，如今只能靠柳长老的功法进行压制续命了。那要是一直解不掉，郡主会怎么样？不过一死而已。师傅之前说过，他跟萧景雪非亲非故，没必要为他医治。不过师傅既然打算开一片药园，以后照顾灵药分拣药材的事情肯定少不了。与其让我这个外行来看管灵药，不如……郡主，其实你身上的毒对我师傅来说根本算不得什么。可为何沈长老先前却拒绝了我父亲？那只是因为师傅他不喜欢多管闲事，尤其是外人的事，所以想要我师傅愿意出手为你驱毒，你得成为他的弟子，也就是我的师妹。成为沈安在的徒弟，这倒是我从来没想过的事情。可是北辰药王这些年对我颇为照顾，就连他都束手无策的毒，沈安在真的能够治好吗？反正你身上的毒都已经这么多年还没治好，拜我师傅为师还能多一分希望，有利无害。而且只要你成了我的师妹，师傅一定会不遗余力的帮你驱毒。是，拜师一事事关重大，我还需回去询问父王。那你分完灵药后就快去吧。要是萧景雪能留在青云峰，以后这药园的事情就都能交给她来照看了，而我也能专心练剑。不错，真是不错。徒儿，这里的泉眼呢？泉眼？弟子没看见泉眼啊，只看到一个坑，让我给填了。填？啊！我的仙灵泉就这么让他拿土给填了！逆徒啊，逆徒！为师今天和你拼了！师傅，您怎么了？不就是填了一个坑吗？至于这么激动？突破了气海境就是不一样啊，打起来都不带叫唤了。洛瑶，我的仙灵泉源呢？在哪儿？还有救没有？没了。宿主不用心疼，仙灵泉源已经跟灵犀壤融合在一起，泉液虽然无法取出单独使用，但依旧能有效作用于灵犀壤内的灵药。不亏效果还在。师傅，您没吃饭吗？知道为师饿了，还不快去做饭？今晚犁不完10亩地，你别睡觉了。师傅，弟子不是牛啊。慕容天真的说，持蛊之毒对他师傅来说算不了什么，拜他为师倒也不是不可以。就算慕容天只是夸夸其谈，但若能与沈安再成为师徒，将来那位涅槃境强者来了，也好有个关系。这是那枚驻颜丹的报酬，还请柳长老帮忙。明日将这宝甲送去给沈封主。王爷，你为何将噬蛊之毒放在了这宝甲上？沈安在若真有本事，这点毒素对他来说不成问题。就算他解不了毒，我也会第一时间将药王给的解毒丹送过去。王爷就不怕因此惹得沈安在不悦？本王只求他救我女儿一命，事后要任何补偿，哪怕要了本王这条命，
本王也绝不会皱一下眉头。王爷，若是云庆没记错，纯元山就要开了吧？王爷不如给他们师徒一个名额，作为补偿。纯元山，那可是大安朝皇室重地，5年一开。没错，纯元山能够极大程度的帮助武者灵气归元。慕容天即将抵达气海中期，纯元山对他来说正合适。这倒是没问题，只是到时候秦家的秦浅月也会进入纯元山，慕容天他无妨，我与沈安在一同去就是了。除非秦老太爷亲至，否则不会有问题。如此可行，那我便安排下去，给他们师徒2人一个名额。沈安在啊，沈安在，我也只能帮你这么多了。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，就看你们师徒2人自己了。为师给你带早餐了，快起来吃。师傅，还差2亩地就犁完了。师傅，这是什么丹药？4品清神丹。4品丹，要是以后每天早上都能喝到这丹药，我岂不是都不用睡觉了？以后日练夜练，迟早有一天能达到归元境。沈峰主，地阶下品宝甲，这宝甲上怎么残留了一丝持骨之毒？难道是在试探我？真当我傻子啊？这么明显的意图，还想套路我神某？你这一路上可有碰过这宝甲？没有。那就好，你去吧。徒儿，我去找赵成那家伙取50万金了。好的，师傅。哼，犁了一晚上地，我体内的灵气竟然精纯厚了不少，隐隐有突破气海中期的征兆。师傅就是师傅，举手投足间就找到了最适合我的修炼方式。奇怪，这上面的气息怎么跟当初给萧景雪运功驱毒时的感觉很像？难道上面也有郡主所中之毒？一直以来都是师父帮我，虽然只是一件小事，但今天我也终于能帮到师父了。不错，要是让师父知道我帮他把宝甲上的毒给解决了，应该也会夸我吧。姓沈的，昨天你徒弟去我灵药堂干什么了？难道我那徒儿做了什么人神共愤之事？别给我装傻，他就是奉了你的命令，他趁着看守药堂的弟子不注意，把老夫养了好多年的药全给捞走了，全部啊！拿灵药就算了，还一麻袋一麻袋的拿，这徐堂主怎么能不生气？还有这等离谱之事！徐堂主，你且回去等我消息，稍后我便将我那逆徒押上灵药堂，听候堂主发落。我不要你那什么逆徒，要么把灵药还我，要么赔我3万金。沈峰主，50万金扣除手续费，还剩下47万全在这了，你拿好，我先回去了。沈安在，来这里这么久了，我还没好好放松过呢。山下的小美女们，我来啦！参见王爷、柳长老。慕容小友，你师父可在峰内？师父他老人家今天不知道做什么去了，不在峰内。不在？这才过去1天，宝甲内的毒素竟然全部被驱除了。沈安在的药道造诣恐怕不比药王低。我的女儿若能拜入他门下，持骨之毒说不定真的有希望完全驱除。王爷和柳长老找我师父有什么事，晚辈愿代为转告。上午是本王大意，将有毒的宝甲送了过来。本想来送解毒丹的，不过看来已经不用了。为了弥补本王的疏忽，本王准备送慕容小友一样东西。送我什么东西？经柳姑娘提议，本王准备给你们师徒2人一个能进入纯元山的名额。纯元山？
就是那个能极大程度帮助修炼的纯元山。多谢王爷，多谢柳长老。只不过能够进入纯元山的，不是皇亲国戚，就是一些顶尖的大势力。想名正言顺进入，沈峰主和你都需要一个身份。身份很简单，沈安在收郡主为徒，你成为郡主的师兄，你们师徒二人便算与皇室有了关系，自然能进入纯元山。晚辈不敢擅自替师父做主，不过一定代为转告。有劳了。能收堂堂郡主为徒，跟皇室攀上关系，不知多少天灵境强者想求都求不来。沈安在他应该没有理由会拒绝吧？师父，您昨天一整天去哪儿了？晚上也不回来。下山与人切磋了一番乐理。切磋乐理？大人的事情，小孩子少问。哦，师父，你不是说要帮弟子一起装栅栏吗？有吗？有。徒儿，你要知道，天将降大任于……这什么眼神，弄得我像个抛妻弃子的渣男似的。对了，师父，昨天王爷和柳长老来了一趟，他们说了什么？王爷说大义之下送了有毒的宝甲给师父，所以愿意拿出一个纯元山的名额来，而且希望师父您能收郡主为徒，顺便帮郡主解毒。纯元山的名额，他们还挺大。不收徒，没空。为什么师父？收郡主为徒，相当于跟王爷交好，与皇家交好啊！这种事情我也知道啊。但是洛瑶说了，慕容天的崇拜值满级之前是无法收第二个徒弟的。为师目前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你身上，就算要收徒，也得等半年之后。原来师父放弃收郡主为徒，是因为想把全部心力放在我身上。半年之后，不正是我与秦浅月一战之后吗？崇拜值加3。这家伙又在脑补什么？师父，话虽如此，但这10亩药园是不是还得专门要一个人来打理？他说的也是，让萧景雪先留下，也能看看他是真心想拜师，还是单纯的想利用我驱毒而已。行吧，可以留他下来帮忙照看药园。他若愿意先当青云峰的普通弟子，收徒之事等日后再说也不迟。是，我这是马上要有小师妹了。对了，师父，您的那件地阶下品宝甲上的毒，弟子已经帮你去掉了。你给去掉了？你怎么去掉的？全靠师父教的功法强大。无双御剑诀，这么说，无双御剑诀的剑意竟然能对尸骨之毒产生效果，那岂不是说想帮萧景雪驱毒，不一定非要成为7品炼药师，整一套适合他的极品功法也行？算了算了，极品功法哪那么容易获得，还不如指望着再抽到炼药师的经验，突破6品或者7品呢。行了，你把栅栏装完之后，记得做晚饭。为师昨夜与人酣战一夜，如今有些困乏，先去歇息了。师父慢走。连眼李堂主在师父手中都不堪一击，那位足足与其酣战一夜的人，到底是何等强者？算了，还是先去青鸾峰报信吧。师父是这么说的，话已带到，弟子就先走了。他竟然拒绝了。父王，景雪倒是觉得沈长老和慕容公子都很有趣，留在青云峰当个普通弟子也没什么不妥，毕竟柳长老就在这边。好不容易有了自由的日子，我才不想回去被药王谷弟子天天盯着呢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便留在这里吧。1个月之后纯元山开放，你便带着他们师徒2人前往。有你和沈长老在，秦家的人应该也不敢过分。是，父王。也不知道慕容公子曾经的未婚妻会是个怎样的人。慕容天领悟奔雷剑，5道精通等级突破，终于突破到1级了。这玩意儿还真难升级啊！完全掌控一部地阶上品剑法，才堪堪突破1级。徒儿，感觉如何？弟子自知，比起师父当日施展的，还差许多。不错不错，好好练剑，相信你要不了多久就能够超越为师。沈峰主，柳长老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本届门派大比第1的奖励——破海丹。有劳柳长老亲自相送了。另外，郡主恰好曾在药王谷待过不少时日，就想来你这药园帮忙。你看，可否收拾一间屋子让他常住？那自然是没问题，只要不让我收徒，有免费员工帮忙做事，还省得花钱雇人了。还有一件事，关于纯元山，1个月后纯元山开启，届时不光皇室的人会过去，秦家的秦浅月也会过去。你虽然拿下了灵符山大比第1，但比秦浅月依旧有鸿沟般的差距。他此次过去，若我所料不差，
应该是已经准备突破地灵境了。地灵境，秦浅月才不到20岁，就已经达到了地灵境，天赋实在强悍。如今我只剩下半年的时间，真的能够赶得上他的脚步吗？不过是地灵境罢了，半年之后，为师会让你有与他一战的资本。你们务必注意的还有另外一个人，上官家上官桀。上官桀，上官家乃是大安朝与秦家齐名的家族，上官桀本人如今也是归元境中期的实力。纯元山的事跟上官家又有什么关系？上官桀素来爱慕秦浅月，3个月前登门求亲，但秦浅月没有同意。据他当时原话，3年之约未完成，婚约便不算彻底解除，还不考虑这件事。虽然大家都知道这只是个借口，但这无疑也让上官家颇为不满。这几个月来，不少暗中打压慕容家。难怪之前大比的时候眼里说慕容家生意受挫，原来这其中竟有上官家插足。上官桀这个人心性狭隘，很可能会为难你们，所以到时候我会陪你们一起去。纯元山里有不少纯元池，位置越靠上效果越好，谁背后的势力强大，派来的人厉害，谁自然就能占据效果更好的纯元池。前3座纯元池虽然争取不了，但有我在，至少能给你徒弟争取到第4座纯元池。到时候秦家和上官家都会派什么境界的人过去保驾护航？应该都是一些天灵境初期。天灵境啊，我倒是还有一张天灵境消耗卡，一键开天门，到时候就算真遇到危机，也有办法解决。多谢柳长老亲自相告。柳长老，这是之前借你和你徒儿的钱，加上赚的，一共17万金。不必客气，要交代的我都已经说完了，告辞。不知郡主，你如今是几品炼药师啊？晚辈不才，尚才2品。你受蚀骨之毒折磨多年，能有2品已是难得。以后你在这青云峰就当是在自己家一样，不必拘束，平日里帮忙照看一下药园就好。景雪听凭沈峰主吩咐。徒儿，带郡主去挑选一座喜欢的屋子。是。虽然沈峰主的手段有些异于常人，但最终效果却着实不俗。也许还真的能治好我身上的蚀骨之毒。慕容师兄，慕容家传信过来，说家中药房已经关停，情况十分严峻，随时可能被人连根拔起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是啊，他们还让您赶紧回家看看呢。可是师父昨晚下山还没回来。师兄，你先去吧，我留在这儿等师父。若是到了晌午师父还没回来，我就去请柳长老下山帮忙。好，那就有劳师妹了。那是慕容家的大公子吧？好像是，他不是一直都在灵符山吗？这么久不见，怎么今天下山了？你还不知道，慕容家的药同时吃的刘家、孙家的人修为全废，至今还卧床不起。现在已经被2家的人给围住了，连药房都砸了。哼，姓慕容的，这件事你要是不解决，就休怪我与孙兄不客气。一枚普通的聚气丹，怎么可能把2名气海境的武者吃的气海溃散成为废人？你们分明是故意找茬。可我们2家修士就是吃了你家的聚气丹后，气海消失不见。我问你，这件事你到底打算怎么解决？你们2个想怎么解决？很简单，赔偿100万金，另外将你慕容家所有的药房交出来给我们2家，此事便可既往不咎。不可能！别以为老夫不知道这2年你们暗地里做了什么，当真觉得我慕容家好欺负不成？说，到底是谁指使你们的？得罪了秦家，有的是人想整你们。要怪就怪你那个不知天高地厚，还放出什么3年之约的废物儿子吧！我儿子自幼不俗，只是尚未遇到机缘罢了。有朝一日，他一定能成为一方强者。别做梦了！听说他拜入灵符山，成了那个天生废体沈安在的徒弟，还什么一方强者？就凭他那个废物！没错，就凭我。你是谁？
我就是你们口中的废物，慕容天。天儿，你的修为……父亲安心。他的气息似乎是气海中期啊！不是说慕容天是个经脉淤塞的废物吗？回来的正好，你家的药害得我们两家执事成为废人，现在要么赔偿，要么我也废你慕容家2个人。休想！哼，去抓2个慕容家的人过来，打断腿。是。我看谁敢动我慕容家的人！刚才他施展的是什么步法？我竟一时没有看清。还有他的剑法，竟然如此高超，动若雷霆。天儿，要是上官家知道慕容天有些实力，定会心生不喜。我出面废了他，上官家一高兴，我孙家还不是风生水起？不过是一个气海境中期，在这里装什么大尾巴狼？刚好，今日老子就让你成为名副其实的废物！强的威压，我竟然连剑都提不起来。封主，听说慕容家那位大公子今早回了富林城呢。哦，慕容天下山做什么？昨夜慕容家的药毒废了孙家、刘家的执事，今早2家人大张旗鼓去慕容家兴师问罪去了。小翠啊，告诉月红、莲花，待会儿别等本封主了，曲子我下次再来听。封主，您的茶水钱还没结呢。记账上，灵符山执法堂李岩。执法堂李岩长老。放肆！刘家主，还不动手吗？哼！你拖住慕容云雷，我去废了那小子！休想！哼，老东西，别想护着他。天儿！是你们逼我的！一剑开天门！我堂堂一个归元境的武者，竟然险些被气海蝼蚁给伤到了，简直就是奇耻大辱！天儿，谁在暗中出手？师父，师父，是那个天生废体的青云峰峰主。徒儿莫慌，为师在此。师父，差一点，这段时间的所有努力就全白费了。好不容易把慕容天培养了起来，差点他就被人废了修为。我沈安在的徒弟你也敢动，找死！好强的剑气，你这是什么武技？六脉神剑。孙毅救我！这真的是传闻中那个天生废体、终生无法突破气海境的青云峰峰主？挡不住，根本挡不住啊！住手！吴大人，足下何人？我来自上官家。今日之事乃慕容家有错在先，你出手就想废人，如此狂妄，难道想仗势欺人？孙刘二家蓄意挑衅，还妄图加害我徒，废他修为而不杀他，已是手下留情。哼，好大的口气！今天老夫偏偏要主持这个公道。慕容家的药废了他们2家的人，老夫也废2个人，就废你们2个了。我倒想看看今天你怎么当着我的面废了他们2个。你又是何人？灵符山青鸾峰峰主柳云庆。就算你是灵符山的人又如何？慕容家做错了事，难道你灵符山还要包庇？依景雪看可未必。这2人虽修为不显，但并非被废，
而是被人隐藏罢了。此人自称景雪，莫非是镇南王之女？哪里来的黄毛丫头？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抱歉，忘了自我介绍，在下清水郡主萧景雪。镇南王之女，清水郡主。慕容家什么时候攀上了这一层关系？柳长老，小师妹，慕容师兄，你没事吧？这师兄师妹叫的可真熟练。洛瑶，这可不是我让叫的哈。本大人又不会冤枉你。沈峰主，使才的剑气好生凌厉，又是哪位上三境强者教的？吹牛不打草稿，还什么上三境强者？郡主说这二人修为是被隐藏，那不妨让他们恢复修为看看。我不过是2品炼药师，如何解决这药道世家、慕容家都无法解决的问题？什么？郡主是没办法恢复他们的修为？那刚才所说之话，岂不是故意偏袒慕容家？难道堂堂镇南王独女，竟然也是假公济私之辈吗？这不是在败坏镇南王的名声吗？再怎么说，我如今也是5品炼药师，这点拙劣的小手段，想要解决，可比他们想象的要简单。真奇山中，云门神藏。峰主，去吧，按我说的做。他们2人服用的可是上官家药道长老所炼的炼息丹，仅凭着沈安在区区一言2、3句话就能被破，简直是笑话。一定要奏效啊！看来沈峰主教的方法并不管用，如今可还有什么话说？急什么？不好，我体内气血逆流了，若不尽快压下，肯定会伤及经脉。修为恢复了，真的是气海境。原来真如郡主所说，慕容家是被栽赃的。如何？你们可还有话说？既然是一场误会，那便到此为止。我们走。慢着！不，我的修为！沈安在，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他们既然希望修为被废，沈某成全他们罢了。还有你们2个，刚才想废我徒儿，对吗？我沈安在的徒弟，岂是你们说欺负就欺负？既然你们想废他，今日我便废了你们！大胆！敢对灵符山长老出手，找死！我柳云清今日废了他们的修为，你又当如何？你上官家若有本事，大可叫人来青鸾峰找回面子。哼！柳长老，你……沈峰主无需担心。妄图对灵符山弟子出手，不废其修为，岂不是叫人觉得我灵符山软弱可欺？原来是为了树立宗门威严，还以为是为了我呢。沈长老饶命啊！早知道就不听上官家的人画大饼了。修为被废，我刘家这次算是彻底玩完了呀！行了，别在这儿碍眼了，快滚吧。慕容家主，剩下的事情你应该知道怎么处理吧？不必担心上官家，慕容天乃灵符山门派大比第一，灵符山会站在他身后。门派大比第一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父亲，诸位长老，天儿能有此成就，都多亏了师父的教导。沈峰主，当年灵符山的李岩收了礼，转头就把我家天儿安排给传说中的青云峰废物沈安在，却没想到这个沈安在今天带来如此惊喜。沈长老大恩大德，慕容家主无需如此，这都是我这个当师傅的应该做的。天儿，你如今能有此修为，全仰仗沈长老之恩。但那3年之约，为父想了又想，你还是不要太过执着。父亲，为什么女子上门退婚，如此奇耻大辱？怎能说放就放？天儿，秦浅月不光有天雪宗帮持，还有上官家的关系。你就算赢了3年之约，又能如何？他们3家不会放过你的。树敌太多，前路难走啊！而且你可知那秦浅月已是什么境界？什么境界？纯元山之后，
他必然能突破地灵境，成为中3境的强者。况且他还是天雪宗宗主亲传弟子，修炼了天雪唯一门天阶武技。天阶武技，地灵境，那又如何？我信自己一定会赢，那又怎可能会输？说得好，我沈安在的徒弟就该有这般勇气和决心。徒儿，你记住，你命由你不由天。一个秦浅月不会是你的终点，而是你成为大安第一剑师的起点。多谢师傅，徒儿明白了。我命由我不由天吗？且不说秦浅月本就是百年难遇的妖孽之子，他师父天雪宗宗主，那可是乾坤境的强者。回宗。沈安在就算再如何隐藏，难道他一个人的底蕴还能比得过整个天雪宗吗？从此富灵城便是我们慕容家一家独大了。号外！李岩长老惨败沈安在后，竟然整日下山寻欢作乐，酒肉度日，还赖钱不给。掌门，身为执法堂堂主，如此荒淫度日，不知节制廉耻，罚你禁足3月，再敢下山，总归伺候。下山？我这些天也没下山啊，难道是断片了？酒色竟如此害人，今日起戒酒。没想到李岩背地里竟是这样的人，当真令人不齿。谁说不是呢？我灵福山一堂之主，连人家的辛苦钱都忘了给，当真是可恨可恶还可耻。忘了给？你怎么知道他是忘了？师傅，何事如此慌张？将为师的鱼儿都给惊走了。又有新消息了，据说去芙蓉轩的真不是李岩堂主，是另有其人。据说那人唇红齿白，虽两鬓银丝，但却面如冠玉，风神俊朗，还是个美男子呢。对，就跟师傅差不多。门主已经下令彻查，悬赏10万金捉拿此贼。沈峰主，关于这淫贼，你应该知道是谁吧？这小子干啥不行，坑师第1名啊！师傅，难道你知道那淫贼是谁？师傅，咱师徒俩抓贼换赏去啊！你剑练完了吗？没事做的话，后山还有地，你再去离几亩。哦，那我去离地吧。如果我说一切只是巧合，去勾栏不一定非得行狗血之事，也有人只是听曲儿喝茶，你信不信？不信。后天准备动身前往纯元山，让慕容天调整状态，到时候我会让飞霜来通知你们。好不容易跟柳长老关系亲近了点，这下好了，直接从零开始啊！最关键的是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做。景雪，你觉得我像是那般无耻之徒吗？峰主，快下雨了，景雪先回去收衣物了。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呐！洛瑶，慕容天的崇拜值还差多少突破8级？还差一点。差一点是差多少？差70。想等他崇拜值突破10级，真是任重而道远啊！收萧景雪为徒倒是不错的选择，他天赋极佳，甚至可以说并不比秦浅月弱。唯一的问题是，洛瑶，那赤骨之毒要几品炼药师能解？7品。能通融一下，让我抽奖直接突破7品吗？可以，15年寿命换1品。能让别人代付吗？或者分期付款？宿主能不能别搞那么多花招了？谁让你也不给个说明书的？好吧，其实解毒的方法有很多种，合适的功法也是其中一种，不过无法立刻见效。那解除赤骨之毒需要什么级别的功法？紫色功法。紫色功法，那差不多是天阶。师傅，又有什么事？掌门来了，在青云殿等您。完蛋，掌门不会是发现了我冒充李岩去芙蓉轩，上来兴师问罪了吧？掌门，您有话直说。其实我昨日下山，拿着你的画像去调查了一下，芙蓉轩的人都……掌门，我去芙蓉轩真的什么都没做，就是听曲而已。你急什么？我又没说你做了，我怎么想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其他人怎么想，比如柳长老怎么想。你也不想让别人都知道这件事儿吧？只要你答应帮我做一件事，我帮你解决。没想掌门平日里平易近人，背地里竟有这等癖好。沈长老别激动，这件事情不难，只要你动动嘴就好，不会让你陷入两难之境的。动动嘴就好，两难之境。
不可以！这家伙想什么都不干，就让我给他擦屁股，想得挺美。沈长老，真不是什么难事。我听说王爷给了青云峰一个去纯元山的名额，我打死也不会出卖我的身体。只是希望你帮我送一样东西给丽妃。只是送东西给丽妃娘娘？是啊，不然沈长老以为是什么？老玄啊，有啥事儿直接说不行吗？我沈安在好歹也是宗门一部分，就算你不帮我，这种事儿我也不能推辞，不是？不过没想到掌门竟然还跟丽妃……你想什么呢？丽妃是我胞妹，我让你去给她送一些养气补血的丹药。哦，还以为发现了什么惊天大秘密呢。既然是兄妹，掌门为什么不自己去送？因为我是灵符山掌门，她是陛下妃子，嫡子更是皇太子。我要是经常与她来往，陛下会怎么想？懂了。那掌门为什么不让柳长老去送？名额不是青云峰的吗？柳长老去干什么？难不成柳长老是担心秦家和上官家针对慕容天，所以过来给青云峰撑腰的？你们两个心照不宣，心照不宣。那我这做掌门的就不得不说你两句了。你说你好好的青鸾峰不去，跑那芙蓉轩做什么？沈长老，机会要好好把握呀！凭柳长老的姿色，宗门内可有不少獐头鼠目之辈觊觎呢。掌门是在说眼里堂主吗？我没说，你别胡乱猜测。好的，我一定不会告诉眼里堂主，掌门骂他是獐头鼠目之辈。行了，宗门还有一堆事务要处理，我就不多留了。你好好做去纯元山的准备吧。掌门，关于芙蓉轩的事情，放心，我会帮你解决的。下次得搞一些厉害的禁制，省得人人都飞着走，只有我天天爬山，未免有些没面子啊。桃叶那尖上尖，柳叶儿就遮满了天。玄玉子那老头做事还真麻利。去芙蓉轩消费的根本就不是李堂主，也不是沈峰主，而是一个擅长变幻之术的魔教余孽啊！是啊，李堂主和沈长老都不是缺钱的人，怎么会去吃霸王餐？一定是魔教余孽妄图挑起灵符山内斗。师傅，飞霜师姐来了。沈长老，家师已在山下等候。灵师值什么时候突破的？回长老，5日前才凝气归元的。看来我这眼力还算不错。走吧，去叫景雪，一起下山，出发纯元山。刘长老久等了。不久，既然来了，那就走吧。飞霜，回青鸾峰好好参悟为师教你的东西。等为师回来。哇，师傅，这船板是用绯红石做的，8掌大的一块可以卖5万斤呢！哇，好大的一块飞灵石，我第一次见。哇，金色的。有人太勇了。好浓厚的灵气。灵气哪儿呢？我怎么感觉不到？纯元山到了，准备好，我们下去。他们是陛下培养出来的白玉军，虽只万余数，但每一人都是战场上历尽厮杀才得以存活的。他们怎么都不眨眼？眼睛不干吗？白玉军中共分3甲，银甲万人皆归元境，金甲10人皆地灵境，玉甲只有1人，也是陛下最信任的白玉将军，乃天灵境。秦浅月，别激动。没想到
郡主不在药王谷，也来纯元山凑这个热闹。秦老客气了，景雪也没想到您堂秦家老太爷竟也亲自来了。他就是秦家老太爷，天灵境后期强者。没办法，这关系到浅月能否突破地灵境，老夫不得不亲自坐镇。说起来，郡主伤情不定，来此又为何故？自然是陪同峰主和慕容师兄一起来的。可是慕容家的慕容天，可老夫听闻他天生经脉淤塞，给他纯元山名额，岂不浪费了？天生经脉淤塞的废体都到了气海中期，那些天才，这会儿应该早到归元境了吧？呀，怎么这样位秦家天才才堪堪气海境？还没我这徒儿境界高，莫不是练功偷懒所致？这位想必就是大名鼎鼎的青云峰峰主沈长老了吧？沈长老这做师傅的，修为竟还没徒弟高，倒是老夫数十年头一次听闻的趣事儿。是啊，他一个断体后期将慕容天教到气海中期，你秦家众多中三境武者，却把后辈教成气海初期。太爷，上山吧。太爷，上山吧。沈长老，别怪老夫没提醒你，镇南王给你的名额是从上官家扣的，待会儿他们来了，最好不要再这般牙尖嘴利。有皇后撑腰，上官家的确不好招惹，但之前在慕容家的时候，该结的梁子早就结下了。走吧，我们也上山。那是太子的马车，看来里面坐着的定是太子的生母丽妃。景雪啊，这是掌门玄玉子托我送给丽妃的东西，你替我交给丽妃娘娘吧。见过丽妃娘娘。免礼。娘娘，许久未见，我特意准备了一些养气补血的丹药。是景雪啊，上来吧。沈峰主，我们走吧。这纯元山共有10池，下4池已被占领2座，中3池也被秦家另外那2名后辈所占2座。师父，我们真的还要上去吗？既然来了这儿，自然是要让你去上3池修炼的。可是上官家那边……无妨，上官家那边自有我替你们拦着。你师父说的没错，如果你真的想在半年之后踏上天雪宗，那在上3坛修炼能为你提供不小的帮助。师父和师娘，不，师父和柳长老真是太好了。他们还真敢上来。徒儿，去吧。是，师父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！赶紧让那小子滚出来！你吼那么大声干什么？你让我徒儿出去就出去，你算是什么身份？这名额乃是镇南王亲自赐下，难道你上官豹敢忤逆王爷吗？你青云峰的名额本就是我上官家的，你还让慕容天占了我的池子，未免太得寸进尺了吧？这池子是有你名字还是你家建的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这纯元池乃陛下恩赐之物，先到先得，何来占了你池子一说？还是说，你上官家已经把陛下的东西据为己有了？你牙尖嘴利，你不让他出来，那我亲自把他拎出来。上官家主对一个小辈出手，未免有些失了身份吧？柳云信，我劝你最好不要管青云峰的闲事。上官家主说笑了，都是灵符山的人，何来闲事一说？若是平常的话，能不得罪柳云清就不得罪。但今天我儿子这段时间必须在上3池修炼突破境界。既然你非要找我上官家不痛快，休怪我不给灵符山面子。让开！柳长老，小心！罗瑶，技能卡准备。你做什么？我怕余波侵扰了太子殿下，过来帮忙的。
阶上品攻击灵器，我堂堂上官家主也只有一件地阶下品的灵器罢了，与上品相比，相差甚远。秦老爷子，杰儿若不能在此地突破，恐影响苍虹境之行。苍虹境，既然如此，老夫就帮你这一回。这是天灵境后期的威压。刘长老，你退开吧，老夫不伤你。刘长老，算了，弟子去中3池就好了。废物一个，也想与本公子争这上3池名额？你那师傅要真有本事，至于让你躲在女人身后？不许你骂我师傅！徒儿，住手！看来你这个当师傅的还识时务，我不介意让他天才与废物间的差距。天才与废物间的差距。徒儿，你虽资质不佳，但为师教过你，命由己定不由天。所谓天才，踩在脚下便是。为师也是废物，比你还废的废物。天生废体，此生难以气入体，与你一样过往受尽冷眼嘲讽。个断体后期，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气势？今日你只管坐在池中，谁来也赶不走你，因为有为师在此。进来！是剑意入道，不好！一剑开天门。这一剑劈裂了山，劈开了天，甚至已经触摸到了道的领域。此人绝不可为敌。那一剑，他若不是刻意留手，我恐怕已经命丧剑下了。慕容天崇拜值加30。徒儿，好好修炼，外面的事情交给为师。多谢师傅。今日我徒儿占这一方纯元池，你们可有异议？他奶奶的，有这么强大的实力，装什么断体后期？早说有这么牛逼，我还逞这个能干嘛？刚才那一剑能劈死100个我。但苍虹境之行不能放弃。神峰主，这池子乃是皇后娘娘亲赐的名额，素来是我上官家在用。你占给慕容天，恐怕会引皇后娘娘不喜吧？上官家主此话严重了吧？皇后娘娘赐给上官家的只是名额罢了，可没说过具体哪座池子归你们所有。这件事就这样算了吧。既然是你上官家来晚了一步，便没什么好说的。是，丽妃娘娘说的是。沈峰主倒是厉害，不似传闻中的那般。娘娘谬赞。如今3年之约还剩半年余，沈峰主觉得他有些希望达到地灵境吗？有。沈峰主为何如此笃定？因为他的师傅是我。本宫期待着那一日到来。恭送娘娘。六长老，我知道我长得比较俊，但你也不用这么盯着我看吧。沈安在，方才那一剑是不是你那位义兄给你留下的保命底牌？没错没错，就是这样。柳云晴这借口不错，以后还有那技能卡啥的，就都说是我那位义兄给的保命底牌就行了。你知道苍梧境吗？那是什么地方？我还真没听说过。苍梧境本是中州苍梧尊者的府邸，他是涅槃境强者，后来与仇敌厮杀陨落，府邸不知所踪。方才听上官报的话，苍梧境很可能出现在南绝域境内。上3境强者的府邸，武技宝物自然不必多说，而苍梧境内真正重要的传承，是关于苍梧尊者如何修炼到上3境的秘密。苍梧尊者年仅30便达到上3境，但据传闻，其实他幼时天赋极低。那是因为什么？苍梧心。梧桐栖凤，烈火焚天，神皇涅槃，苍梧浴火。所谓苍梧心，便是神皇浴火后焚去的旧躯之心，与梧桐相融。至于苍梧心的作用，这些年来众说纷纭。有人说它能够帮助人改善资质，哪怕是天生废体，也能变作妖孽之姿。但也有人说，苍梧心能让人掌控涅槃神火，必能突破涅槃境。这个说法最为可靠，因为苍梧尊者最擅长的便是火焰。涅槃神火，传说中凤凰才能拥有的至强火焰，那可是万千炼药师梦寐以求之物，既能便利炼药，又能获得强大的攻击手段。如今苍梧境出现，整个南绝域各大势力都会趋之若鹜。但是想入苍梧境，年纪不能超过20岁。果然，
所有机缘都得限制更强者进入，不然怎么给主角捡漏的机会？可惜啊，我都超过30岁了，没机会跟那些小年轻们竞争了。这哪是吸收灵气，这分明就他妈是在抢！吸收灵气都能吸出这般动静，慕容天修炼的到底是什么品阶的功法？沈安在，你徒弟还真是跟你一个性子，如此喜欢给人带来惊喜。什么一个性子？这小子要是有我半点沉稳低调，也不至于引来这么大动静。低调。袁公公，此人是？回殿下，此人名为慕容天，乃是慕容家家主之子。是灵符山青云峰峰主沈安在的亲传弟子。慕容天，是那个被秦家退婚后定下3年之约的慕容天。正是。传闻他天生经脉淤塞，现在怎么会有气海中期修为？而且他吸收灵气的速度如此骇人，功法定然是天阶，是整个大安朝，甚至整个南绝域都没有的天阶功法。殿下，神儿呀！如此人物，只可拉拢，万不可得罪。此人当真还是那个废物慕容天？浅月，放心吧，就算再给他1年时间，都不一定能达到地灵境，何况只剩半年。太爷，还请帮我护法，我要在接下来的时间突破地灵境。好。区区慕容天与齐云道宗那位半步乾坤的道子相比，无异萤火比之皓月。3年之约只是一个笑话而已。1个月的时间，也不知道你徒弟能达到什么地步。短时间内如此庞大灵气入体，考验的已经不是天资了，而是忍耐程度。这般灵气在经脉内运转，无异于时刻忍受着针扎之苦。能引来多少灵气是一部分，能承受多久，能吸收多久又是一部分。这灵气持续多久，他就能坚持多久。可慕容天还只是一个少年而已，你就这么相信他？连洗髓丹那等剥皮抽髓的痛都能一声不吭坚持，区灵气冲刷算得了什么？短短5天就突破到了气海后期，这个速度很快。沈安在，该让他休息1天了。可以休息，但在这里每浪费的1分钟，都需要在之后花费10倍、100倍的代价去弥补。晴雪，把我给你准备的东西拿给他。峰主，拿给他，用与不用他自己选。慕容师兄，实在坚持不住，就休息一下吧。他已经开始尝试突破地灵境了。小师妹，放心吧，师兄还撑得住。那是4品清神丹，知道师兄要来纯元池修炼后，峰主便花1整夜的时间帮他炼制了3斤清神丹。三斤，4品丹药，论斤炼。我还以为你每天只知道钓鱼赏花呢。你不了解我的事情还多着呢。炼成黑泥状，难道对药效有所提升吗？我也不想练成这样啊，但是没有灵气和精神力，能练成黑泥巴状已经很难得了。以后这炼丹的重任还是交给景雪吧。他已经尝试突破多次，却始终没能成功。而秦浅月，地灵境成了，成了，哈哈哈哈！17岁的地灵境，哈哈哈哈！慕容师兄，看来已是极限了，再这样下去，他的经脉会被毁的。徒儿，差不多够了。不好，他想强行冲击归元境。无自量力，如此庞大的灵体一次性冲击，早就不堪重负的经脉，轻则经脉尽碎，重则心脉震碎，一命呜呼。愚蠢！人与人之间的差距，岂是靠拼命就能弥补的？强行凝气归元，跟找死没什么区别。峰主，您快想办法救救慕容师兄吧！我连灵气都没有，怎么救？洛瑶，快告诉我怎么阻止慕容天体内暴动的灵气。除非乾坤镜出手压制，否则只能换取药道至高针法，
玄门13针进行引导。怎么换？技能卡够吗？技能卡只可提高抽奖概率，无法直接换取。那怎么换？5年寿命。风主，慕容师兄他的心脉已经受损了。师父，徒儿没有辜负了您的厚望。傻徒儿，莫慌，为师在这儿。洛瑶，兑换玄门13针。宿主可要考虑清楚，你无法修炼，寿命一旦失去，就永远补不回来了。不就是5年寿命吗？废你娘的话，老子说换，快换！兑换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药道至高针法玄门13针。自作孽，天赋如此之差，沈安在，竟妄想1个月从气海中期突破归元境，当真不知天高地厚！闭嘴！再敢出言干扰我徒儿，我要你的命！心脉受损，灵力失控，除非乾坤境强者或药王出手，否则谁也救不了他。还好有6脉神剑时效卡，能将剑气凝作真用。他这是在做什么？好快的手法！柳长老，慕容师兄的气息平复了好多。师父，我突破归元境了。师父怎么好像变得更苍老了一些？突破了就好。不可能！如此神乎其技，北辰药王来了，恐怕都无法做到。师父，崇拜值加50，当前崇拜级8，获得抽奖机会乘1，悟道丹乘1，悟道丹方乘1。慕容师兄，慕容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现在的身体状况，短时间不适合再修炼了。走吧，启程回青云峰，为师替你调养身体。是，师父。没想到你竟还会如此玄妙的针法。你怎么了？无妨，只是此针法施展起来太过耗费心神。那你要不要在这里好好休息？不，慕容天经脉状态太差，我必须去给他炼丹调理。劳烦柳长老扶我一阵了，我可不想在徒弟面前脚软摔跟头。竟然跟清水郡主萧景雪走得这么近，慕容天，3年之约未过，婚约可还不算解除。罢了，等半年后，慕容天，我要让你亲眼看看天才与庸才间的差距。师父会不会觉得我太莽撞了？回风责罚我，师父耗费这么大心神治好我，我肯定惹得他老人家不开心。洛瑶，快退货！这针法压根不好使，我不要！一经交易，概不退换。奸商啊！没有7天售后吗？无理由退货呢！我要投诉你！要不商量商量，退2年半寿命也行。5年的寿命，要不回来了呀？哼，你小子看我回风怎么收拾你！这次要不是你师父我在，你命都丢了。好了，这不是没有酿成大祸吗？他年纪尚幼，有争强好胜之心可以理解，下次注意分寸就好。还不快过来跟你师父认个错？师父，弟子知错了。风主，您别怪慕容师兄了，他伤势未愈。我损失的可是5年寿命，却没有一个人能倾诉。到头来，我所有的辛酸和苦闷，只能默默自己一个人扛。宿主别哭，还有洛瑶懂你哦。滚！师父，你师父为救你耗费太多心神，只是睡着了而已，哭什么？我还以为师父他老人家，不愧是师父，竟直接靠在柳长老身上睡觉，这要让李岩堂主知道，估计得气吐血吧。多谢柳长老。走，景雪，咱们去伙房。不是说要炼丹调理伤势吗？跑伙房去做什么？嘿嘿，柳长老有所不知，师父他老人家行事就是如此异于常人，根本就不屑于拿炼丹炉炼丹。那他拿什么炼丹？铁锅。别的炼药师追求极致手法和上好丹炉，这家伙倒好，直接在厨房炼丹。慕容天，你好好歇息，
我明日带着飞霜过来看你。青鸾峰峰主，他大半夜来这里做什么？管他的，薅灵药去！师傅，沈峰主不在山里，咱们这么做是不是有些不厚道？怕什么？你没看徐老黑那家伙天天过来挖灵药，连土都撅了一大袋，我都给他录下来了。到时候沈峰主问起来，咱帮他抓贼。对了，师傅，刚才天上飞走那个人像不像柳长老？还真是。是不是柳长老他们回来了？你问那么多干什么？赶紧走！这才是正经的炼药师吗？洛瑶，既然不给退货，总得给我介绍介绍这次的奖励吧。玄门13针，本界某药道真祖成名绝技之一，对走火入魔、心脉受损有奇效，亦可调理气血、疏导脉络。悟道丹，五品丹药，能帮助武者识海清明，感悟自身所修之道。慕容天这小子虽然根骨不行，但悟性很高，不知道这丹药能不能让他领悟无双御剑诀的无双剑心。洛瑶，抽奖。宿主，克命吗？稀有物品，勉强不亏。恭喜宿主获得稀有物品洞天灵眸。洞天灵眸能穿过万千禁制阵法，看破弱点，知其根本。沈峰主，水丹花分量有缺。水丹花，我储物袋中没有了，没事。景雪，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去后山药园采一颗来。这青云峰的土肯定有问题，灵草怎么在这里种就灵气充裕，回了我灵药堂就变得蔫了吧唧。那里的柜。我的灵草呢？不好，沈安再怎么回来了？狗贼，别跑！飞霜，你也真是，我不过是说荣天受了伤，你就这么等不及，大半夜的也要过来。师父，我就是关心同门。谁？二位这是在？刚才跑过去的好像是于正元，还有郑长老。徐堂主也加入了。还愣着干嘛？那3个狗贼把我药园都挖空了，快去追啊！带我一个！掌门啊，你可一定要为青云峰做主啊！我这次去纯元山，可是把你交代的任务办得妥妥当当，没有一丝纰漏。谁料回了灵符山，却发现家被偷了，简直就干的不是人事，畜生啊！放心，沈峰主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。你们有什么要交代的吗？本长老前些日子发现了徐堂主偷药之事，今日特地带着刘颖石前来取证，却不料被沈峰主误会。那你和你徒弟也背着2麻袋灵草是什么意思？徐堂主，你可有话要说？郑三山，你这只老狐狸，你成心的！好了，徐堂主，事实已经摆在眼前，你也不想这件事情被大家都知道吧？掌门啊，我这么做都是有原因的呀。那沈老贼心狠手辣，让他那徒儿上我灵药堂偷走了大批灵药，事后还概不赔偿，我这也是心疼我那些灵药啊。我咋听说慕容天从灵药堂拿的药有70%都是你们灵药堂养废的药呢？行了，这事儿我做主了，就让沈峰主把你从青云峰拿走的灵药带回去。至于这刘颖石，我便销毁了。那好吧，他只能拿一点点，不能拿多了。多谢掌门。不过还请掌门稍等，我去准备准备。准备？
原来是摇人去了。掌门莫怪，人多力量大嘛。早点摘完，早点回家做饭。你们快点吧！徒儿，景雪，动手！